重生归来，我获得了空间异能，害死我的绿茶跟闺蜜找上门来了。我准备开门，传来砰的巨响，邻居们拿着消防劈开我家大门。你们想干嘛？恶红眼的邻居一棒将我打倒，雨点般的棍棒落在我身上，砰！手臂、后背被斧头劈开，我眼前的世界带着猩红，看向躲在人群后的李西瑶。我给你们开了门，沈氏狗的物资多分我一些。昏迷前听到李西瑶最后说的话，这个绿茶欺骗我开门，惹来杀身之祸，凶手却是曾经被我帮助过的邻居们。我从沙发上坐起，身体被肢解的痛感还未消退。我拿起手机注意到时间，2026年6月12日，竟然回到了寒冰末世前半个月。我走向巨大落地窗前，俯视着如蚂蚁般的人群，脚踏一切的感觉油然而生。半个月后，比邻星爆发的伽马风暴会冲散地球的磁场，环太平洋带的火山大量喷发，小日子直接沉进了马里亚纳海沟。我们载歌载舞，但丑国黄石火山爆发后，数万亿吨的火山灰遮蔽天空，炎热的夏季变成漫长的冬季，极夜覆盖全球，大雪从6月底下到10月底，全球进入数十年的冰封末世。东海市的气温降低到零下70多度，据微博上的消息，北方最冷的地方达到零下200度。还有半个月，有时间出售名下的资产。我正寻思时，一抹白光在身边缭绕，我到白光内是一片辽阔的空间。因为伽马射线的缘故，我跟班纳博士一样，变异出了超能力。我伸手触碰白光，立刻变成一道空间门户，沙发、冰箱、茶几、电视都被吸了进去。空间异能正好用来囤积物资，吃的要丰富多彩，娱乐需求也要多元化，打造牢不可破的安全屋，想办法弄到热武器自保。我名下有去世父母留下的物流公司，以公司的名义资源，轻易就订购到了大批物资。我又联系售楼处，高价将这一层全买了下来。先生，这是您的卡。售楼小姐暗送秋波，一口气买下东海市中心地段的整层楼。她想与这位年轻富豪发生点故事，最好能怀孕，这辈子也就不用愁了。帮我联系安保公司，按照我的要求装修。我离开家去处理更紧要的事情。寒冰末世后，钱就是废纸，趁着现在将名下的公司以及股份换成现金，用来采购更多的末世资源。开着玛莎拉蒂到东华集团楼下，停车时被马路对面的李西瑶与穆妮看到。瑶瑶，刚刚那个从玛莎拉蒂下来的，像不像追了你3年的舔狗沈氏狗？不是像，就是他。他不是小资吗？怎么开上了玛莎拉蒂？我明白了，他花钱租豪车，难道是想和你约会？说什么呢？他就一舔狗。李西瑶嘴上虽这么说着，但心底一直吊着沈氏狗当退路。她天生丽质，身材好，肯定要嫁给富豪，将来当个上流社会的富太太。但现在的富豪哪个不精明？想嫁给富豪太难了。作为一名顶级绿茶，她始终要为自己留一条退路。对沈氏狗不拒绝、不主动、不负责的态度，反而能更好的吊住这个东海小资。但没想到今日一见，她却有了点新的看法。或许可以主动一点，给沈氏狗牵牵手，抱一抱，这样的福利更好的。至于最后一步，李西瑶认为沈氏狗配不上自己，她得将宝贵的第一次交给挚爱。不如咱们等等看，他进东华控股集团干嘛？李西瑶点了点头，她的福利底线因沈氏狗表现出的财力而灵活变动，表现出的财力足够，她献出宝贵的第一次也不是不可以。毕竟还能通过洗房等手段，将沈氏狗的资产变成自己的。等沈氏狗穷了再踹走，去医院做个妇科修复手术，说是处女，谁又能去查证？没多久，沈氏狗就被几人簇拥着走了出来。瑶瑶，你看，沈氏狗身边的东华老总，那个经常出现在联播新闻里的大人物。走，去请沈氏狗吃饭。刚把股份换成10几亿美元的沈氏狗心情大好，坐上车准备离开，车窗被敲了敲，看到外面手挽着手的二女愣住。好巧啊，在这都能碰到，一起去吃个饭吧。没兴趣。李西瑶脸色变得阴沉，转而又换上一副笑脸。沈氏狗，这是你的车，你以前不都开奥拓吗？我开什么车跟你有关系吗？穆妮脸色一呆，没想到沈氏狗说话这么冲。有几个臭钱了不起啊？穆妮是李西瑶的好闺蜜，我被害死，这个女人是从犯。我看向玛莎拉蒂，才明白俩女人为什么贴上来。我肯定要以牙还牙报复回去，但末世还没爆发，不能动手。别拦路，我赶着去超市。我从二女身边走过，穆妮朝我跑了2步。有钱人嘛，有点脾气正常。他那嚣张的态度让我恶心，真是忘了自己的舔狗样。沈少舔的是我，你少做梦了。跟着去看看，他是不是真富豪。作为一名合格的女神，李西瑶始终明白一个道理：跟富人谈感情比穷人谈钱。沈氏狗有钱，他就孜孜不倦地跟他谈感情、谈回忆、谈理想。有钱人耍脾气叫有范儿、逼格。若是没钱的小资阶级，李西瑶早上前给沈氏狗俩大耳巴子，教他怎么尊重钱。我推着车正买食物，拿回去试验一下随身空间，身后跟着死缠烂打的李西瑶与穆妮。瑶瑶，这些食物很高级吗？真是土狗，带你出来真丢面。李西瑶腹诽闺蜜，嘴上带着自豪介绍，这款香肠1克就得400-500，是用顶级牛肉制成，更不用提鱼子酱，1克上千元呢。瑶瑶知道的真多，一定吃过吧？上次在米其林餐厅品尝过，
至今回味无穷。李希瑶也只舍得花几千块买一小勺品尝，但也足够她跟闺蜜吹嘘了。沈少，我帮你推车吧。慕尼听得双眼放光，主动抢过我手中的推车。李希瑶不愧是女神，狠起来连闺蜜都能嘲讽。跟李希瑶做闺蜜，慕尼也不是什么好货色。也好，去生鲜区看看。我买了不少活的鸡鸭鱼，下面就是各种肉食品罐头。2个小推车至少有50-60斤重，鸡鸭还不时排泄，污秽沾满二女漂亮的衣裙。即便如此，他们还是强忍着不适，装出开心的样子迎合我。先生，一共22万，收好您的银行卡，今晚要跟沈少好好谈谈感情。怎么沈少舔的不是我，而是李希瑶这个女婊砸？我载着二女与采购的物资返回小区，立马被邻居老头大妈们围观。小沈回来了，又带这么多东西回来呀？你一个人也吃不完，多给大妈点。我还没开口，邵大妈就抢过慕尼手里的大购物袋。她孙子邵晓东眼毒，拿了包价值上千的进口火腿就要撕开，我立马抢了回来。这是我买的，想吃自己买去。小沈，小孩子能吃多少？拿你点零食怎么了？以前你拿走的那些，我还没找你算账。大妈拿你点东西怎么了？又不是给我拿的，这是要分给邻居们的。你们年轻人就是没有尊老爱幼的心。邵大妈非常抠门，仗着自己有通天文，又是居委会的主任，平时仗着手里的小权力作威作福。以前我带仓库里的商品回来，都是打折过的，几乎是成本价，别人都付钱，邵大妈每次都以为小区做贡献的名义，白拿了好几万的商品。我被邻居们破门而入的时候，她抢得比小年轻还积极。坏人，把火腿还给我，不然我打死你！这个被宠溺坏的小畜生，不久前放火，差点烧了整栋楼。小年纪就这样，长大还得了？邵晓东一屁股坐在地上嚎啕大哭。我要火腿，我要打死他！他就一孩子，能有什么坏心思？你这么大个人了，让着点他怎么了？至于跟一个孩子较真吗？小屁孩做的坏事还少呢，刀空抛物，挖花别人家的车，更何况这小畜生还有楼道放火的前科。我拿走邵大妈抢走的东西，转身就走。二女赶忙跟上。老娘有通天文，是皇族后裔，臭小子敢打我孙子，看我怎么对付你！沈世狗与李希瑶二女先后进门，李希瑶将东西往地上一放，好像回到自己家一样，径直脱掉鞋子躺在沙发上。慕尼见此也跟着趴到沙发上。瑶瑶，好软，我好像在电视上见过这套沙发，是进口的英格兰贵族专享，至少6位数啊！丢人，早知道就不带他出来丢人现眼了。抱歉啊，沈少，拎太多东西胳膊酸。沈少，我们提了一路，有点口渴。这俩绿茶，待会儿再处理他们。我拎着东西进厨房，将鸡鸭鱼肉丢进空间门户，试验一下随身空间的功能。剧烈敲门声传来，我出来看到邵大妈带俩有纹身的儿子，趾高气昂地坐在客厅。水电煤气、综合物业管理费都缴一下。你们这是抢劫！麻烦业主服从公司规定，根据物业管理条例，不缴费，物业有权采取强制措施。300万，你怎么不去抢？就是抢！你们这些野猪，别不识好歹，让我用强制措施。瑶瑶，帮我处理一下。邵大妈的俩儿子是小区物业的小领导。2个月前，有一户业主在外地，没有缴纳物业费。邵大妈的大儿子锁了业主的家门，还把业主的豪车开出去杀。业主从外地回来，小区都不给进，好不容易进来家还被锁的。那户业主找物业，物业给开了门。第2天发现车坏了，物业更推脱监控坏了。后来业主告上法院，邵大妈的儿子又纠集一批人手跟踪业主的儿女上下学，闹得鸡飞狗跳。最后业主吃了个大闷亏，灰溜溜搬走了。那件事后，更没人敢得罪邵大妈一家。360万，老东西你怎么不去抢？别以为你俩闻着一条蛇一只猫，我就怕你们。你在嚼什么舌根？信不信我让儿子你下流！看着互相扯头发、扇巴掌、掐着对方脖子的邵大妈跟李希瑶，我人都乐了。李希瑶天生貌美，从小到大早就被宠惯了，是个不肯吃亏的主。邵大妈平日里作威作福，人人都怕她，养成了豪横的性格。李希瑶这么一撕，她更不肯示弱，我却没有丝毫同情。你个大男人居然打女人！敢打我吗？打的就是你个！一切都被慕尼用手机拍了下来，并且报警。我也联系龙律师过来。李希瑶尖叫着扑向邵大妈，手嘴并用在邵大妈脸上留下齿痕。邵大妈哀嚎出声，俩儿子上前抓李希瑶，怎么都扯不下，反倒是把我家捣得乱七八糟。几个警察很快上门。怎么回事啊？警察叔叔，这个人教唆他儿子对我做那种事。你个臭！别污蔑我！警察先生，我是小区的物业主任，平时咱小区也是经常向你们单位捐物的，这不过是家庭矛盾，居委会上门调解。我跟老婆吵架，她在外面偷人。看，只是家庭矛盾而已。邵主任经常送吃的来，正好我也不想加班，调解矛盾，居委会的人也不能动手。明天来做个笔录。一定，辛苦了同志。看着警察要走，李希瑶急了。用你的脑子想想，我会看上他这么个矮矬穷？他们合伙演戏骗你。警察眉头紧皱，很不爽李希瑶。
我都拍下来了，有证据。这话一出，邵大妈的2个儿子眼露凶光，都铐起来，带回去。警察们想给我铐上，我是受害者，抓我干嘛？配合执法，别让我采取强制措施。你动我一个试试。为妨碍公务，对你强行拘捕。2个警察围住了我，龙律师咔咔拍照走了过来。好大的威严！我的当事人是受害者，你们想以什么罪名带走我的当事人？你也想妨碍执法？东华律所主任，这是我的名片，想抓走我的当事人，需要出示拘捕令。警察们互看一眼，带着李希瑶、邵大妈等人离开。凭什么不抓他？凭什么呀？执法不公，执法不公！我要告你们！看着邵大妈等人被押上警车，龙律师，整理一下，我要告他们。确定？我想起被肢解的痛苦，一定要告，我要让他们倾家荡产。告他们行政违规没什么问题，倾家荡产比较困难。背景是公立单位，在司法上有很多不便。我要告的是李希瑶跟邵大妈。详情说说。我跟龙律师把邵大妈做过的事情都讲了一遍。告他非法占有他人财物，轻则罚款拘役，重则进去裁2年缝纫机也不是什么问题。送邵大妈一家进去，岂不是便宜他们？让他们倾家荡产就够了。现有的罪名不够，他俩儿子你查一查，你可是号称地表最强个人法务，别让我失望。李希瑶是个骗吃骗喝的女神，沈少想怎么告？有什么罪名，给他留缴保费即可取保候审的空间。我是一名专业的律师，我有职业道德，双倍委托费在法律上是可行的，我绝不会放过侵犯委托人权益的人。灵活的职业道德，4倍委托费，把警察领导一并起诉。我试试。我睡了一觉，迫不及待地打开空间门户。空间内不能存储活物，但时间是停止的。我有点失望，不能把随身空间打造成避难所，里面时间是静止的，储存进去的食物也不会腐坏。末世几十年，吃食不仅要营养，还有口感。我向东海市最大的酒楼订购上千桌的流水席，足够我吃上1年半载。但想在寒冰末世活得滋润，还得注册新公司采购别的物资。屋门被敲响，是安保公司的总监带着方案来了。沈先生，这是装修设计方案，用航母钢材制成大门，厚度达到307厘米，能抗导弹的轰炸。墙壁重新填充，保温、防潮等材料，厚度达1.8米，全屋安装监控系统及智能管家系统，总造价1.6亿元。安保总监不懂有钱人的脑子里在想什么，花上1亿元来打造一个能扛导弹攻击的屋子。方案不错，工期要求是10天，工期太短，质量恐怕2亿元，10天内交工。东华安保一定按期不提前完工。施工队进场装修，我手头只剩下8亿美元现金，想度过几十年的寒冰末世，这点钱太少了。你带上材料，先去警察局，我去办点事，再跟你会合。我开着玛莎拉蒂抵达东海银行。赵行长，这位是沈少。沈少，里面请。进了茶水室，女秘书跪坐在一边泡茶。赵行长，这是房产的相关文件。资产相当优质，市价在3.2亿美元，抵押给我行，贷款金额是2亿美元。感谢赵行长。办完抵押后，我手头的金额回到10亿美元。我跟东华老总与女秘书坐在玛莎拉蒂内。叔，一点谢礼不成敬意。有大笔现金，跟我投资小额贷款公司吧。行，过2天再请您喝茶。东华老总下车，把小蜜留下。我开着车前往警局。沈少，下午就开庭了。龙律师的效率可以。相关单位的领导想找您喝茶。起诉成功会怎么样？大过处分没得跑，仕途肯定无望。这样的话，武器就好办多了。邀请这些领导参加一个茶会。好。现在宣布判决结果：被告邵大妈犯非法占有他人财物，数额巨大，罚金加保释费及罚款共计89万元，限期3日内偿还，否则对被告采取刑事措施。沈氏狗，你生儿子没？败家娘们，都是你害的！干什么？还想再多加项罪名吗？天杀的呀！我养只狗都比你孝顺了。当着法警的面，邵大妈与邵大人扭打在一块。起诉警察局在半个小时后开庭，我们走吧。我坐在一边，龙律师代表我全程发言。被告席位上只有李希瑶，楚楚可怜的抽泣着。他平日里光鲜亮丽惯了，根本没存款，现在连律师都请不起。想起重生前被李希瑶害得肢解的下场，我只有扬眉吐气的。请不起律师的被告，不就是想怎么判就怎么判？绿茶女神只会玩弄男人的感情，连基本的司法程序都不懂。我以前是智障了，居然看上这种女人。被告律师无异议，本案宣判如下：被告李希瑶犯非法侵吞他人财产罪、骗婚罪，以彩礼、礼物等名义索要巨额赠与，限期内归还受害者，判处罚金5万。被告愿意向我方当事人取得谅解书，恳请审判长采取取保候审的方式暂缓定罪。被告是否愿意获得谅解书？我愿意，只要不坐牢，我什么都愿意。你想坐牢，末世爆发让国家照顾你，我才不便宜你。被告3日内缴纳20万保证金，3个月后开庭定罪，退庭。沈氏狗，你不是人，我一心对你，你居然告我！呜！看着李希瑶被带走，我长出一口恶气。走吧，等会起诉警方的案件该开庭了。我坐在位置上，看着龙律师与被告律师及陪审团唇枪舌战。
我的当事人当时处于受害者的角度，被告人员执法过程中并未按相关法规走程序，在无拘捕令的情况下逮捕我的当事人。我方起诉被告非法拘押、滥用职权等重大问题，需要被告向公众道歉并澄清我方当事人的名誉。我反对原告方的诉求。事发当时，我方人员记录仪没有检修，并未记录下相关的画面。我方人员的证词与现场民众的证词均表明，当晚并未存在滥用职权的情况。我请求审判长先看过我方证据链，再行判断。休庭15分钟。审判长、副法官及陪审团等工作人员一并离开，去观看证据链。在工作人员的操作下，将视频投影到屏幕上，正是那晚警察要强行拷走沈氏狗的画面。警方律师走了过来，龙师兄，你也太厉害了！记录仪出现故障都是老套说辞了，那些人仗着身份高贵，一般人不敢找事。不仅跟时代的进步，一旦遇到较真的主，必定吃亏。这场官司是败定了，哪怕上诉到高院去，也是败诉。警方律师与龙律师是师兄弟关系，都是法律界的泰斗的弟子，而且龙律师不仅通晓各国法律，在司法方面的人脉关系也深远。想起诉成功一个一级单位太容易了，警方律师即便想拖延，也有心无力。让一些人记住，别吃着碗里的饭，手揣着裤子当大爷。再看看吧。铃声响起，法庭进行。根据原告提供的证据链以及各方的意见，判决结果如下：相关负责人免职处理，对上级单位记大过处分1次，相关违法人员辞退永不录用。对原告提出的诉求，被告应限期内通报，恢复原告名誉并道歉，单位主要负责人免职，集体大过处分1次。我抗议，这是子虚乌有的事情。肃静，本案判决结果完毕，退庭。随着锤子敲打声，我们鱼贯而出。沈少，这样做对你没好处。我有钱有时间，就喜欢看你背后的人倒霉。你别动怒，这里是法院，会有人找你谈的。龙师兄，还是你厉害。现行的法律体系，这就是最大的惩罚。想把人送进去踩缝纫机，就不是民事诉讼了。试图断绝就足够了。龙律师没有让我失望，对李希尧与穆妮的判决，就委托你去吧，让他们取保候审即可。师兄，你说有钱人都不怕事吗？法律是公正且公平的，即便是更高一级的单位，证据足够依旧能告。现在不是封建时代，一手遮天是不存在的，也得吃点教训才对。我先一步离开，坐进玛莎拉蒂里，手机响了起来。沈先生，您订的上千桌酒席已经准备完毕，留几桌我要宴请客人，其他的送去东海大道207号仓库。207号仓库是我家公司名下最大的仓库群，有5个足球场大小，数百万平米的存放空间。2个小时后，数十辆卡车将上千桌酒席菜肴送进207号仓库群。林经理，这有钱人脑子坏了吧？每桌12道菜，12000道菜丢仓库里，不怕全喂老鼠？这有钱人的脑子是不是被驴踢了？有钱人脑子不被驴踢，会给咱几百万的大订单吗？沈少，这是货物单，您签个字。12天后末世来临，到时你们只能哭了。进入仓库，看着堆积如山的菜肴，12000道菜，足够我吃上3年5载。我打开空间门户，将菜同桌子一起吸进随身空间。桌子倒是还能当柴烧，一举两得。光吃菜没意思，大冬天当然得吃火锅。我拿出手机联系东海最大的火锅品牌，川渝味火锅底料来50万包，其他口味50万包。先生，您的订购数量巨大，确定吗？定金下午就会转过去。好的，先生，5天内备足货，送到东海大道207号仓库。没问题。因为现在是夏季，并不是火锅热销的季节，备货方面并没有太大问题。我又联系了其他的火锅食材供应商，按照100万份的标准订购食材，要求同样是5天内送到，成本258的火锅，我总共花了7000多万，先付的定金，尾款1个月内转到。2个品牌的负责人询问财务人员后，便调集附近地区的储备货源。末世爆发，谁还管什么尾款？把物资拿到手才是硬道理。想到寒冰末世，别人冻死饿死，我待在温暖的安全屋，吃着火锅唱着歌，这种感觉就很美好。发电机组、医疗器械、武器、车辆、石油、盐巴、饮料等，需要的东西太多了。我有无限大的随身空间，或许可以存一些前世根本不敢想象的东西。沈少，宴席1个小时后开始，要我来接您吗？不用，替我招待好这几个朋友。今晚要用手头的美元撬动1000亿美元物资出来。我开着玛莎拉蒂抵达大酒店，地面铺着红毯，聚集不少女星网红跟上流社会人士。沈少，里面请，就等您了。我随着迎宾进入宴会厅，欢迎东海最年轻的亿万富豪沈氏狗，顶流明星、富翁、知名作家、艺术家、演员，各种二代纷纷起身鼓掌。沈少的身价有70多亿人民币，在场的女性们多留心思，年轻人爱折腾，最近在囤末日物资。东华老总开了个玩笑，众人拍掌大笑。当红女团穿着性感舞衣在桌上卖力唱跳，顶流小鲜肉坤哥被胖富婆们包围开远。我身后跟着小蜜，寻找把随身仓库打造成全能仓库的目标人选。沈少，您好。您好，荣女士。
荣女士，咱们谈一笔生意，大型发电机我要300组，变压器要10万个，石油200万吨。荣立贵所在的东海工业是这些领域的翘楚，找他购买肯定没错。沈少要建工业园区吗？恕我直言，这些货物的价值保守在4亿美元左右。7天内能否到货？我这边比较急。提前到货的话，订单的要5亿美元左右。明天我去贵司喝个茶，不介意吧？欢迎，人傻钱多的蠢猪，有这笔订单，今年对股东也有个交代。留下秘书跟荣立贵洽谈合作意向。我走向正在唱跳的女团成员。姓沈的，你真想跟我爸作对？我倒是谁？原来是李局的公子，大庭广众，想请我进去踩缝纫机吗？呵呵，今天我不动你，得罪东海司法系统，你完蛋了。我等着你，末世都要来了，看谁求谁。李和贵冷哼一声离开，2名女团成员主动跟我敬酒，女团其余成员在一边看着。嘿嘿，去我房间聊聊剧本。4、5个女团成员红着脸跟我进入房间，女团成员把我脱的只剩下裤衩。夜晚，我与5个女团成员深刻交流，谈了一宿的人生。窗外太阳升起的时候，我才意犹未尽的下床。5名女团成员一字排开，躺在大床上，脸色酡红熟睡。我穿着浴袍从浴室出来，换上常服。重生后，不仅有随身空间，连体力都有了巨大的提升。夜遇舞女，我还是太菜了。传说中的皇帝可是一夜遇100女，这才是我辈楷模。沈少要走了吗？您太厉害了，现在还疼得厉害。你们这几天也别接什么通告了，四处转转，7天后到我家来。沈少跟我们一起去旅行吗？你们想买衣服、化妆品、包包就买，我还有事，先走了。末世带上他们，反正买了也是给我看。末世几十年，这一辈子不能过得单调。女团队长亲了我一口，目送我离去。他们这种不温不火的女团，正是富豪们的后宫储备，趁着年华正盛，是赚钱的好时候。不管富豪怎么玩，他们都会配合。自称文明灯塔的丑国，还有萝莉岛这种奴隶聚集地，他觉得现在的处境很好，跟富豪多玩点游戏，还能再生个娃，这辈子的富贵就稳住了。我开车抵达东海工业集团总部，跟着男秘书进了总裁办公室。这批货客户要的急，先扣在港口，樱花那边我亲自去解释。沈少来了，请坐。我在沙发上坐下，跟荣立贵谈起了清单上的货物交付日期。其他的东海就有现货，主要是石油，毕竟是战略物资，国内的动不了，只能从棒子跟樱花身上想想办法。有劳荣女士，定金等会儿就该到账了。小樱花，我没记错的话，富士山爆发就在今天下午。财务走进来汇报，荣立贵笑出声。以茶代酒，沈少我敬你一杯。干杯。合作愉快。石油储存不便，沈少是否需要港口的仓库？荣女士有方便的仓库，我们集团在港口正好有几座储油库，租个10天。付出几百万美元后，我起身打算前往港口。在电梯里，穿着背带裤的男秘书坤坤拿着一张邀请函跑了进来。这不坤哥吗？当富婆的秘书很辛苦吧？沈少言重了，叫我坤坤或鸡仔就好。荣总请您参加私人酒会。鸡仔上台唱跳打篮球的话，我就去看看。沈少想看，我又怎么敢说不？鸡仔好好表现。坤坤当即来了一段唱跳完曲。顶流小鲜肉到处吃粉，圈子里的人都知道，反正小鲜肉都是富婆们养的储备后宫，不仅有钱赚，出事就他们自己扛。沈少慢走，我会准备好唱跳舞台恭候沈少光临。坐上玛莎后，我马不停蹄赶往港口。紧急新闻通报：小日子发生9.8级特大地震，富士山被震源影响，发生巨大爆发。现在是环太平洋带火山喷发的预兆，第2个阶段是黄石火山大爆发，恐怖低温降临没几天了，得加快进程了。我这么想着，赶到了港口码头。保安验明身份后放我进去，一桶又一桶的石油叠在仓库内，如小山一样。停泊在港口的油轮通过管道不断输油进行提炼，再通过管道将提炼后的石油装桶运进仓库。我开着空间门户，一遍又一遍地将油库清空，从下午一直忙碌到半夜11点。200万吨总算装完了，光有油也不够，雪地载具、直升机这些都可以往随身空间里塞。砰的巨响，地面轻微颤动，海平面镜头出现耀眼的火光。我打开手机。小视频里的富士山彻底喷发，小日子们在街上四处逃窜，硕高的海啸淹过东京铁塔，地震的巨大动能使得晴空海大，砸死了不知多少小日子。大快人心啊！小日子的富士山喷发了，还是小日子会晚，炎炎夏日让咱们提前过年了。兄弟俩，咱们去喝2杯庆祝一下今晚的小日子受难日，我该去放肆的庆祝一下。我坐上玛莎拉蒂，在东海宛平南路600号前停车，里面张灯结彩，好像过年一样。女服务员上前帮我开门。小日子火山爆发，今晚不醉不归。今天适合放炮庆祝一下。我刚下车就听见路人的议论，小日子受灾就等于咱们提前过年。记得前世我也在酒吧狂欢了好几天，回家又宿醉了几天。反应过来的时候，天降鹅毛大雪，不到1周，整个城市的供应链就断了，电力枯竭，自来水停止运转，整座城市陷入瘫痪。
末世前尽情的狂欢吧。保安检查邀请函后，我便进入其中。入耳的是著名钢琴大师理查德正弹奏钢琴曲《梦中的鸟》，琴音缓慢悠扬，透着一股午后休闲的时光。侍者优雅地端着酒托，行走于名流之间。最新消息，小日子那边的地震还在持续，地震、海啸、火山喷发。下午的时候，不少人都感觉到了震感。还好我把游轮调了回来，不然损失就大了。沈少这边这次能避免损失，还得感谢沈少叔叔、赵叔、蓉姐。来得巧啊，荣总刚刚还在夸奖你呢。听说沈少囤了一批5亿美元的物资，有没有兴趣继续合作？赵行长即将升任总行副行长，急需业绩。我眼前一亮，瞬间明白了赵行长的意思。赵叔叔乐意，我肯定配合。你把物资抵押给我行，我行给你放贷款，怎么样？银行家都是贪婪的蛀虫，反正10天后冰雪降临，多薅羊毛才好。祝我们合作愉快。蓉姐，我明天需要一架消防型号的重型直升机，给你安排。我们喝着酒，我也放心了。末世里的水资源不好获取，买也不如直接用消防型号的直升机装水，装起来再放进随身空间来得快捷。李和贵带着俩人晃悠悠走了过来。这不是沈大少吗？二位叔叔就是这小子起诉的警局。赵行长，幸会。荣总，您也在呀？哈哈，是袁主任啊，那边还有朋友，我先过去了。王主任，真不凑巧，我也有朋友要招待，等会儿自罚3杯。二人从我身边快步离开，显然不想牵扯进来。东华老总不去看看朋友？袁主任是司法系统的，王主任是本地金融系统的，能不得罪就别得罪。原来是二位主任，你们好。二人都是高官，既然出席酒会，肯定是代表了更大的人物出席。年轻人还是低调点好。你自罚3杯，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小子，我说过会让你不好过。好大的排场，我不喝这3杯酒啊！不喝，你的企业账户一夜之间都不能用。得罪我爸，我会让你在东海寸步难行。年轻人该低头时就低头，免得吃亏才长记性。你父母积累财富不容易，不要一无所有当个乞丐。我都拍下来了，发到网上去，让大家看看特权们的做法会怎样。李和贵3人脸色都变了。我去招待一下朋友，失陪了。姓沈的，你真觉得我不敢动你？有种就放马过来，看看是你爸被查，还是我人间蒸发。虽然国内法制不完善，但想让一个高官落马，方法可太多了。例如在太古里跟单逛街被抓拍的老总，谁家的照片是特写清晰度这么高？显然是有人要搞他。小沈啊，万事以和为贵，小李走。王叔就这么放过他了？小沈也是身价几十亿的富豪，况且还有东华集团。明天我就让城建、税务再加上你爸的能量联合执法，想打死这种商人，必须先断了他们的资金链。学到了，谢谢王叔。姓沈的，咱们走着瞧。秘书，那几个局长到了吧？我现在就过来。我看了眼正在看钢琴艺术家表演的名流们，偷偷出门，开着玛莎拉蒂赶到私人酒庄。我这老同学对东海地方物流的升级迭代有足够的经验，见一面聊一聊。老同学，好久不见。是你，鼻涕妞。看着红色晚礼服的蓝心湄，死去的记忆忽然攻击我。男孩趴在桌上呼呼大睡，马尾辫少女认真写作业。下节课测验。男孩抬头打了个哈欠，很猛地看着前桌传下来的试卷，整个上午只顾着睡觉，试卷上的题目一道也不会。男孩抓耳挠腮时，旁边的少女递来小纸条。试卷发下来后，男孩考了个62分。鼻涕妞，谢谢你帮忙，不及格回家肯定挨揍，请你吃哈根达斯。谢谢，我叫蓝心湄。我叫沈世狗。少年少女相视一笑，6年不见，变成大美女了。这位是郑先生，东海2统领。郑先生，您好您好。年轻人一表人才，新梅一直跟我提起你是物流行业的专家。专家谈不上，经验比较丰富罢了。我跟郑强碰了一杯酒后，便愉快地谈了起来。沈先生年纪轻轻就能登上胡润富豪榜，还是有缘由的。你这忘年交，我交定了。郑叔慢走。新梅，谢谢引荐。那就请我吃哈根达斯吧。蓝心湄的眼神把我电了一下，糟糕，是心动的感觉。我牵着蓝心湄的手，坐上玛莎拉蒂，赶往附近的卖场。我们蹲在闹市路边吃着哈根达斯，她穿着晚礼服，我穿着燕尾服与豪车，引起路人的围观。自由的感觉真好。喜欢我就多请你吃几根。我知道蓝心湄是京城的2代后，聊得更开心了，一起坐车离开。直到酒店电梯里，我俩才发现聊得太开心，都忘记了时间。你也住在这家酒店？沈少吝啬雪糕不成，不请我进去坐一坐？必须得请。进了房间，我给他倒一杯水，聊着聊着就聊到了床上。第2天，5天后来我家。别逗了，你还想让我多吃几次？你也是个富2代，我们只是玩玩而已。你不愿意多吃几次？女人还怪好的嘞，勉为其难再去1次。记住5天后啊，在末世有知心的人陪也不错。我离开酒店，联系上荣利贵，重型消防直升机已经准备妥当。我跟驾驶员沟通好坐标后，就赶往自来水厂。直升机飞到湖面，巨大的漏斗装起数千立方的屎，
在自来水厂上空直接倾倒下去。流水线启动，将水过滤再蒸发，在过滤后装进桶子里。我在流水线尽头打开空间门户，将水桶都装了进去。从早上一直忙碌到下午，上万桶水，够我喝上一辈子。我打电话让财务把钱转给荣利柜，将停在空地的直升机一并装入空间门户。机械设备，特别是雪地载具要多准备一些。沈少，您订购的100万套火锅已经储存进207号仓库群了，这些物资都齐全了。等黄石火山喷发，一切都晚了。我开车赶往仓库途中，手机又响了起来。荣利柜派人将发电机组、医疗物资都搞完了。我走进207号仓库，打开空间门户，将堆积如山的火锅食物放进去，从此实现火锅自由了。肉食蔬菜都要准备起来。我要各类蔬菜、肉品、饮品、常用药物、防寒套装、雪地运动装备等物资各1万吨，2天内到货，预付款30%，下午转过去。末世不仅要吃得好，营养也得注意起来。我准备去搞几千台娱乐设备，让人把现在的游戏都下载好。末世几十年，精神需求巨大，同时还得搞武器。赵行长，我是沈世狗，昨晚说的是。别说了，税务局今早来调查，先挂了。手机被挂断，而我账户里的现金只剩1亿美元。我开车赶往东海银行。特别新闻通报：小日子因富士山喷发与特大级地震与海啸，陆地不断沉没，大片国土面积被海水掩盖，受灾人数上千万。小日子要沉没了，末世也只有几天了。我在东海银行门口下车，就看到赵行长被几名税警押着走。放了赵行长。你想妨碍公务？喂，郑叔，我遇到了点事。税警看我不断靠近，尽数举起了手枪。第一次警告，再靠近，我方有权射击。我看到其余税警打开了手枪的保险，不敢拖大。你先接个电话。管你跟谁联系，今天这人必须带走。喂，我是税务司机查处处长，不管你是谁，妨碍公务、私自释放嫌疑犯都要遭到调查。我是东海2统领郑强，赵行长的证据目前尚不完整，东海工业物流升级方案需要东海银行全力支持。坏了东海年度 GDP， 就是你的上级也负担不起责任。我不管是谁指挥你这么做，放人，回去给我写深刻的检讨。郑统领。税警叹息一声，将手机还给我，带着人上车离去。多谢了沈少。赵行长想谢我，多带点美元给我。好说，刚刚电话里的那位是半辈子打拼，差点阴沟里翻船。如果能结交上真的权贵，下半辈子的荣华也就保住了。我叔叔郑强，原来是郑先生。贷款的事，咱们进去仔细聊聊。我与赵行长进入银行，我将手上的货物尽数抵押，物资都在我的随身仓库内，但市面上我依旧拥有近10亿美元的物资。沈少，冒昧一问，储存这么多物资，准备投入什么项目？响应国家号召，建设现代化科技强国，在东海市北边建设一座智能、快捷、无人的物流园区，对基础材料以及物资的需求较大。智能产业，这是好事。赵行长估算着3通1达小兔子的运货量，如果这座智能物流园区能建成，便可向全国推广。他立马就看出了背后蕴含的巨大商业价值。如果投资成功，他不仅能稳住总行副行长的地位，甚至可以在退休前更进一步。需要多少贷款？以我手上价值100亿人民币的物资抵押，需要贷款30亿美元。建设智能工业园区要买地，我跟政府那边谈妥了，地价6.5亿美元，也会抵押给银行，但需要给我额外的20亿美元贷款。我准备投入40亿美元进行前期建设，入股3通1达。沈少雄图伟烈，佩服。不过数额巨大，我做不了主，这边请。我们见了总行长。事情我也听说了，国有控股集团入驻可以投资，但数额太大，不能银行独自出资，还需联系一些商业资本。下午，实缴资本高达50亿美元的沈氏控股集团成立。剪彩完成后，我走到庆功宴角落，联系辉永、上欧、润大发、润华万家等大型超市，租赁他们在东海地区的所有仓库3天。好的，沈少。短期内有大量物资的，只有这些大型商超配备，特别是大米蔬菜，这是战略物资，一般企业没有人脉，根本难以大量存储。我端着酒杯走回庆功宴。沈少末世游戏玩上头了吧？租赁这么多仓库，哈哈，沈少愿意花钱，我怎么会不欢迎？我们这些仓库一天的租金都得几千万美元，豪掷千金都不足以形容沈少的阔绰。哈哈，我们来敬财神爷沈少一杯。我笑了笑离开，看着手机显示的小日子沉没，9000万人的死亡率大笑。页面显示丑国黄石火山有喷发的预兆。脑子有病，花几亿美元租仓库，哈哈，他脑子不被驴踢，咱们怎么能白捡几亿美元？刚拿到几10亿美元贷款，就迫不及待往外撒钱，他就是个……钱又不是他的，现在有多潇洒，还不上钱的时候就有多狼狈。别看恒大欠了几万亿仍然玩得转，那是地产泡沫不能破，就他这小身板扛不住。紧急新闻通报：丑国黄石火山下午17时22分喷发，请防范火山颗粒，出行戴口罩。咱们又能大捞特捞一笔。
丑国遭灾，正是吞并沃尔玛的时候。几个大佬达成共识，趁着灾难对沃尔玛发起收购攻势。还有3天，寒冰末世，我觉醒了随身仓库，并囤积了万亿物资，又跟女团成员疯狂了一晚上。大清早我就开着车来到辉永超市的仓库外，虽然比不上我家的仓库，但这里的物资存储更多。我走进仓库，关闭监控，打开空间门户，将无数的日用品、百货物资收入随身仓库。辉永超市每天卖出的货物之多，这里存储了数万吨的日用品物资。辉永1号仓库价值2亿美元。我开车前往辉永2号仓库，将数以百计的发电机、抽水机、液压机等小五金设备收入随身仓库。2号仓库价值3亿美元。我开车前往辉永3号生鲜仓库，将数万吨的各类蔬菜、大米、食用油、调料收入随身仓库。耗费整个上午，我才将辉永超市的9个仓库内的物资收入随身仓库里。哈哈，9个仓库内的物资价值17亿美元。紧急新闻：黄石火山大爆发持续17个小时，请全国各地居民做好避难准备。看来物资要紧俏了。我开着车，花费1个下午，将上欧超市的所有仓库内的物资搬进随身空间。傍晚时分，我开着车在海滨公路行驶，前往华润万家的7号仓库，那里面都是雪地专用的物资与载具。喂，辉永老板，出什么事情了？沈少，丑国黄石火山大爆发，租赁合约终止，我赔付违约金。您好歹是个老板，讲点契约精神，钱我就不要了，违约金已经拿走了。沈少，你把物资都搬空了，太过分！我挂了手机，想起昨晚的嘲笑。呵呵，还有你们更后悔的时刻。我不休息，连夜将华润万家的仓库尽数搬空，大量的雪地车、雪地摩托、雪地重卡进入我的随身仓库。呵呵，各位想反悔，门都没有。沈少，我知道你囤积了大量的末日物资，这样吧，我跟你换，城北73号仓库存放大量的医用药品，跟你换吃的。可以，你自己去我家03号子仓库拿吧。玛莎拉蒂紧急掉头，往华润73号仓库行驶。途中天空飘落了雪花，哈哈，最后的一步也有人补全了。将大量药品收入随身仓库后，我开车返回安全屋。沈少，您回来的正好。安保总监向我介绍安全屋，大门能扛导弹攻击，墙壁及保暖还特别坚固，最重要的是能导电，全面采用巨大落地窗，独立的电梯也做了加固，没有密码根本打不开。在大楼上下安装了上千个监控系统，全新的通风系统可以过滤一切毒素，还有您特别要求的内部密码制度。整层楼隔离成了数十个区域，没有您的权限，谁也别想独自走动。安保总监带我看安装好的安全屋，逐一给我介绍。行，谢谢了。送走安保总监后，我将安全屋最高权限牢记在心里，就将芯片卡丢进随身空间。我躺在沙发上，看着窗外的鹅毛大雪，喝着葡萄酒，看着墙壁上挂着的刀剑斧钺等兵器。上万亿的物资在手，这个末世来得更猛烈些吧。大雪下了1周，道路完全被冰封，最先瘫痪的是自来水供应系统，随后是电力供应系统。我看着微博热搜，东部地区大雪厚达5米，北部地区积雪8米，南部地区道路完全封闭。08年雪灾重演，全国各地物资告急。看着上面的热搜，我走到落地窗前，看着被大雪覆盖的城市，墙壁早就被我通电，发电机组也分别运行，保证安全屋的电力供应。华润老板，有什么事？沈少，还有物资吗？雪太大了，各地都在告急。我挂了华润老板电话。之前嘲笑我有多快乐，现在就让你更痛苦。我穿上羽绒服大衣，乘着专用电梯到顶楼，堆起了雪人。晚上我正在家里吃着火锅时，手机响了起来。新梅，有什么事？沈少，我被困在了家里，能过来接我一下吗？新梅，我让你过来了，你自己不来，不接。沈少，我们也爱过不是吗？来接我吗？你说的都是成年人，玩玩而已。我挂断了电话，我告诉过你，不来就是你自己的选择。手机又响了起来，还打电话干嘛？沈少，我们刚回东海，下了好大的雪。你们先去这个地址待几天，我过段时间去接你们。告诉女团我家另一个房子的地址。挂断电话。末世刚爆发，秩序还存在，再过1个月，社会秩序瘫痪后再去警局拿枪。某组织通过卫星电话和我交流。沈先生，我们知道你囤积了很多的物资，华润万家和辉永的小万和小高已经说过了。现在啊，是这样的，这次寒流突然来袭，为了人民，希望沈先生你可以一起谈谈物资的使用，等到事情过去，我们会给予你奖励证书的。听到这个，我恨不得顺着卫星去干他。不好意思，我不需要500块钱的奖励和奖章。我拉过女团队长，一起碰了杯红酒。这脸皮真厚。东山大学那些非洲佬还被供着，就知道向人民要东西。非洲大佬都没了，养那些黑坨坨有什么意义？沈少，别生气了，一直以来不都这样？我打开卫星电视。寒流来袭，在强有力的组织下，我们建立了统一的人民战线，建立了高某某、低某某、中某某的生存点，希望周围人民凭借介绍信前往。在东海的各国友人都得到了妥善的安置。通缉，群众里面有坏人。沈氏狗在寒流来袭前囤积大量物资。我看得一脸黑线，突然一阵爆炸声响彻，警报响起，有远程导弹攻击。
发现坦克舰队正在袭来。检测洲际导弹从5万公里外发射，目标城堡。启动1级安全防护，这不给就打呀！还好老子建的堡垒扛得住，就是核弹也打不穿。我站在巨大的落地窗前，看到一片钢索横流，炸弹火药噼里啪啦的落在我的窗前，都被电磁防护套挡住。卫星检测中，密密麻麻的红外检测点逐渐向我靠近。这也太夸张了，沈少，你是有多少值得他们惦记的东西，值得这么大阵仗的攻击你？我应该可以供给5亿人1年的吃喝。女团队长亚麻呆住了，直接跪下舔了我的脚趾头。我笑着扶了扶她的脑袋。攻击整整持续了2天，随着温度骤降到零下200，军队撤去。我乘坐装甲车外出巡视，在攻击我的坦克之前，导弹全部成了冰雕，士兵们纷纷冻死在坦克内。太恐怖了！明知寒流来袭，还要攻击你，现在全部冻死了。这个世界已经不再有温暖了，人民会为了争夺资源而互相残杀，这才是一个开始。夜晚，我站在堡垒的顶部，看着白雪皑皑的世界，展望遥远的地平线，心里五味陈杂。联合国大厦内，各电子屏幕闪烁。为了人类的未来，我们决定由联合政府接管人类发展事宜，要求资源由各国政府归纳收集，建立东海、南野、西洋、北冰联合中央5大共存点，其中东海、南野、西洋、北冰由联合中央领导。为了人类的未来，现在所有物资将直接由各共存点集中分配，个人不再享有权利，否则将会被征收。联合会议大厦外，一群人举着牌子抗议人权的失去，哪怕一个个都成了冰雕，很多人话都讲不出来就成了冰雕，但是还是临死前组成了一个人字。城堡内，我看着直播中的画面，顿时感到这是要干我呀！我呼叫智能管家，小宝，打开特级防御系统，开启智能兵工厂生产线，开启军事专家制造线，开启生物循环培育系统。伴随我的安排，轰鸣声响起，地下7、8、9层堡垒的灯依次亮起。第二天，军事专家制造完成，代号008，乘坐电梯来到我的参谋大厅。主人，008向您报道。好的，现在你去第9层，带1000个 AI 兵种，布控堡垒周围，同时安排300侦察兵，开侦察机侦察周边5000里空域。好的，主人。管家，防空火炮开启待机模式，远程雷达全程开放，监控方位50万公里，任何来源务必开启警示。008，你在安排敢死隐卫，因为我们缺少洲际导弹制造材料油，所以你多去拉一些人，大概500人随时埋伏空中，务必3万公里外拦截一切洲际导弹核弹。是的，主人。008和管家离开去安排事情，我站在了观察室中的落地窗前，凝望远方。主人，城堡内的防卫系统已经完全开启，将军008也已经带领军团出征。接下来我们是不是应该增加一些巡视野狼，避免资源不够？我看了下我的储物空间，摆了摆手，让他退走了，叫来了女团队长。随我看看这个世界吧，你是我目前身边唯一的人类了。沈少，外面不是还有很多人存活吗？只怕他们都是想要我东西的人，这注定是我一个人的旅程。物资减少，人越聚拢，死得越快。很快，卫星电视中就开始报道各种暴力死亡事件，尸体多数残缺。据人权联合卫星观察，邦林要塞边缘出现大量人形骨架，七步安居点附近发现5000具人形骨架，这是怎么回事？怎么突然那么多的人都成了骨架？你知道1942吧？物资短缺，必然人肉相食，周边都是聚集点，没有物资了，只能吃人了。而联合物资根本养不活那么多人。哎，这才3个月时间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后面不知道还能有多少人存活。女团队长看了下我，没有讲话。突然一阵警鸣声响起，警报！警报！有人类接近，是否攻击？是否攻击？暂时不要攻击。我透过卫星观察，发现了一个人，穿着防护服，踉踉跄跄，在靠近我的基地。是他，放他进来。走出去2个机器兵，将他带了进来。蓝心湄，你还没死。蓝心湄冻得颤颤巍巍的，趴在地上。沈少，求你帮帮我，身边的人都被吃了，我跑了好远才来到这里，他们都被吃掉了。都吃掉了？你一个弱女子怎么能跑过来的？我自然不相信他的话，但是又不能杀了他，只能暂时收留。我可以收留你，你要老实一些，不要乱走动。谢谢沈少，我一定好好的，有任何需要你就叫我。我让管家带蓝心湄去休息，并且叮嘱不允许他乱跑。这么大冷天的，他是怎么活着走过来的？我也奇怪，不过没有证据，也不能直接杀了他，先放着吧。看来要有一些乱子了。管家，安排制造矿工收割者和牧羊犬，活动范围1万公里内，主要采集提纯油。遇到聚集幸存点，不允许主动攻击伤害人类。是的，主人。随着命令的下达，地下第7层工业生产基地亮了。我走到蓝心湄的房间，蓝心湄就软绵绵的要靠上来，手不由自主的就要伸进我衣服内。我猛然转身躲开来。沈少，怎么这么不解风情了呀？不是一直想要我吗？现在怎么了？心湄，我是想要你，但是算了，死就是想要你，先杀你再说。伴随一阵风雨交加，电闪雷鸣，我站起来，看了下表，才过去30秒，心里叹了一口气。心湄，虽然我喜欢你，
但是物资短缺，你的地位你要清楚。沈少说什么话呢？我摸了摸他的头，有些心痛。但是这是末日，不这样做，以他的心性，我都不知道怎么死的。我走到观察室，女团队长在外面等我。你还是不舍得他？我转过头，有一丝怅然，不过是一些回忆。这时候，将军008巡视回来，顺便带来了附近聚集点的消息。主人，我们侦察机飞行了方圆5万公里范围，发现活着的人类已经不足5亿人，每个聚集点的人类都在互相抢夺食物，附近更是发现了无数的人形骨架。听到这个消息，我丝毫不惊讶。新闻中的那种走向光明的报道是不幸的，但是没想到这么悲惨，人吃人演变得这么快。008，继续巡视，这次带点物资过去，遇到落单活着的人类，给予一些帮助，10天后回来。我深知末日不能妇人之仁，但是也不能看着世界就此沉沦下去。我要开始执行另一个拯救计划。管家，开辟第11层地底空间，建立生态平衡系统，空间范围要求可容纳5000万人。主人，如果要供给5000万人的生存的话，我们的物资只能用10年啊。根据周易测算，此次冰封还要持续100年之久。先不管这个，先去执行吧。据悉，丑国黄石火山爆发导致的极端低温已到达零下50摄氏度，多国政府职能瘫痪。我在一瞬间睁开了眼，可映入眼帘的是女团团长温柔且妩媚的笑容。沈少，您刚刚睡着了？我看了下我的储物空间，里面不多不少，整整5000亿美元的物资整整齐齐的躺在里面。我刚刚确实睡着了，甚至还梦到了多方势力为了争夺我的物资爆发了冲突。笑话，哪怕是在梦里，我也没输。我的iPhone 16的手机就在旁边充电。因为今天已经有太多人给我打来电话，手机在电话的轰炸下早已不堪重负的关机了。随我看看这个世界吧，享受和我在一起的安宁。沈少，难道世界真的会毁灭吗？如果所有政府都忙着自保与掠夺，那毁灭大概率就是结局。据人权联合卫星观察，邦林要塞边缘出现大量人形冰雕，西部安居点附近发现5000具冻僵的尸体，齐安娜广场的泳池中超过300余人被冰冻在水中。这就是寒潮吗？你看过《流浪地球》吗？地球脱离了太阳的轨道后，自然也得不到足够的热量，而黄石火山的喷发造成了火山灰遮天蔽日，就像给地球涂上了防晒霜。女团队长看着电视中的人间惨剧，赶紧大口吃起火锅，生怕下一秒就再也吃不到了。我没有心情照顾她，看到手机开机后，立马跳出来电提示：沈少，您可算接电话了。我感觉对面几乎快要哭出来了，可他越是如此，我的内心就越发暗爽。小兔崽子，现在想起跪舔我了是吧？我真是有眼不识泰山，您别计较我之前放的屁。换在寒潮之前，我还觉得你是块知错能改的材料，可你看这末日都来了，难道我不需要这些物资吗？我这一番话直接让对面泄了气，不过我时间宝贵，可没工夫在这陪他打哈哈。我就直说了吧，还有那个永辉的老板，还有那个上欧，都是垃圾，一代人投机取巧，10代人坐享其成。沈少教育的是，不论沈少你提出什么条件，我都愿意。都愿意？那你把你剩下的物资都转交给我吧。我这句话直接让他亚麻呆住了。我继续用冰冷的语气对他说：看你是想抱着物资等死，还是到我这来混口饭吃，全在你自己选择。我的地保军队都没法攻破，多你一张嘴就当养了条狗吧。这就是我的目的，继续收拢物资，杀那些平日里飞扬跋扈的资本家的威风。我怎么不愿意吗？那我挂了，我再去和永辉的老板聊聊。别，沈少，我答应您的要求。这才乖。我缓缓从沙发上起身，为自己倒了一杯融化了黄油的热红酒，透过冰封的窗户暗自发笑。先是商业界的大佬，下一个就是资本家，然后是房地产商。这些垃圾在和平年代搜刮的民膏民脂，要在这末日下全部再分配了。可在那之前，那个梦倒也惊醒了我。如果真有一天有人打来了，那我总不能坐以待毙。我也该去弄点可以自保的东西了。这种情况下，我有粮，他有枪，我岂不是就是他粮仓？斗那些总裁玩，差点让我忘了正事。现在是末日后的第1个月，不出我所料，绝大部分的机构已经陷入瘫痪。曾经繁华的城市，此时同哈尔滨的冰雕展一比，被冰封在寒风之中。本台记者获悉，为了应对寒潮，多地组织开展天寒心不寒活动，积极组织多地机关穿暖上班、穿暖加班，并加大力度推进低温补贴项目，争取让广大群众寒风中也能做到不迟到、不早退。我关掉了电视，翻来覆去都是这些卡脖子的话术，几十年了都没什么长进。时间差不多了，光看新闻肯定没什么收获，真到了街上走走，什么情况一目了然。我现在拥有大量的物资，如果有人才的话，太空飞船都可以造出来。这时候我又想到了我做的那个梦。传统的热武器现在已经发挥不了太大的作用了。我拿起电话给润大发的老板：哈喽啊，沈老板，上次合作很顺利，还没有感谢你。我们共同做局，收购了5000亿美金的物资，现在我才能睡得香啊。不要客气，现在我想要一些人才，不知道老板可以帮忙一下吗？这天寒地冻的，不知道沈老板是要什么人啊？也就是一些物理学家、数学家和科学家，有机械行业的技术专家也可以。
现在这些人都被保护起来，研究寒流的应对办法了。想要聚拢起来，还是有难度的。我可以供给他们全家100年的吃穿用度，不用担心被寒流侵袭，这就没问题了。前段时间我还听说先田博士父母在乡下，因为没有躲过寒流被冻死了呢。现在他老婆孩子吃饭只能靠他一个人的口粮。我去给你联系。辛苦老板了，稍后我安排10万桶石油给你送去。下午润大发老板就送来了我需要的人，大大小小一共300多人，大约有30位各行业专家。欢迎大家的到来。随队亲属先跟着管家去休息。各位履历我都看过，现在30位专家根据需求分为核工业部、重工业部、机械制造部、人工智能部。隔天由先田博士、牛户博士、幼鸟博士、马户博士拟定的需求名单就送过来了，大约需要15万个行业人才。我打通了华润万家、润大发、辉永老板的电话，每家送去了10万桶石油作为谢礼。城堡基地内浩浩荡荡的人群井然有序地分为5队。核工业负责人先田博士曾手搓大1万，重工业负责人牛户博士曾手持锉刀摸索纳米制造，机械制造负责人幼鸟博士曾发掘机床潜能，人工智能负责人马户博士人中龙凤，遥遥领先。我沈世狗极具领导能力。一番激荡的宣讲之后，我让城堡安保负责人和管家分别对城堡内的使用进行了划分，划分出5块区域给他们使用。3个月后，城堡外温度计零下63度，城堡大厅内，牛户博士率先搞出钢铁机甲，可跟随人身制作，变化形状。幼鸟博士制造了纳米电子炮，马户博士更是了不得，创造了最新型学习机器人，全面接管了4大部门的运作，命名寒冰。核工业部门因为制造材料被封锁问题，暂时加入重工业部门。我命令安保负责人将堡垒所有权限交由寒冰机器人负责。寒冰制造自动化智能兵工厂需要多久？主人，根据目前堡垒内的人群数量，大约需要2年，2年后可完全由机器人接管制造。制造高智能机器生物需要多久？主人，需要5年，可建立一个特定人格机器人生产工厂。好，现在全部由你负责，先建立自动化 AI 兵工厂。是，主人。心中有了计划，根据记忆，寒流持续至少还有1个世纪那么久。现在有了寒冰的学习能力，我决定将生活物资拿出去更换能源，以便拥有更多的自保能力。我拨通了几个合作老板的电话，我邀请辉永、润大发、华润万家等老朋友们一起开视频会议。开门见山的讲，大家都知道我手里有5000亿美金的物资，我想拿出70%全部换成能源。沈少，70%就是近3500亿美元物资，尤其现在生活物资价格暴涨，国内没有几个人是吃得下的。这么大额的物资交换，尤其目前市场情况，全球都没有人可以吃得下。不过大家应该听说过加比德拍卖行吧？那里应该是可以的。我是加比德拍卖行的东海负责人沈少，万家老板讲过您的需求，我们会在15日内满足您的要求。然后递过来一张黑色卡片。沈少，这是一张全球通用的黑卡，无限额度，在全球任何地方都可以获得我们的帮助。我接过卡片看了下，收了起来。回到堡垒，我拿出那张黑卡，丢进了垃圾桶内。全球秩序未来都将要不存在了，一个商业组织又能存在多久？15日后，加比的开卖顺利结束，我获得了南非、北美、欧洲的100座石油和1500座各种矿场，我把它们都收入一空间中。我获得了足够多的能源，完全够支撑自动化兵工厂的建设了。伴随温度越来越低，晚上已经达到了零下60度，必须尽快开辟地下空间，否则地上热量散发太快。寒冰组织1000人在地下1万米开辟恒温生态空间，要求可容纳100万人生活居住。是的，主人。等到自动化兵工厂建立完成，现在的这些人就可以去地下空间生活，等到末日结束了。这时，基地外来了一辆特斯拉，下来一个女人。有位叫蓝心湄的女士说是您的女人，想要进来。女人，让她进来吧。你说你是我的女人。沈少，我也是为了进来吗？以后讲话注意一些，我们只不过是一夜情而已。现在说下你找我有什么事情？这段时间我一直在东海二当家那里物资越来越短缺，所以就来投靠沈少来了。希望念在过去的情分上，可以让我留下，当牛做马都愿意。你这把当冤种了呀！寒冰，叫安保来，赶出去。安保进来，将他像死狗一样扔出去。看着他撕心裂肺地趴在基地门口苦苦哀求，这样的女人活着就是浪费物资。恭喜沈少，拍卖交易成功了，外面那些物资都炒疯了，大发老板那边也收购了一部分，这段时间少说赚了有10倍了。那就恭喜各位老板了，寒潮还将持续，不找个地方想办法生存，现在居然还想着赚钱，真的是资本家的本性啊！我和女团队长坐在沙发上喝着红酒。沈少还舍不得蓝小姐吗？哪有什么舍不得？你是不知道正二统领其实是他干爹，我也是近期才知道的。他大学还没毕业就被正二统领包养了。这样看，沈少那一夜情是吃了大亏了。要不你也吃一次这个亏吧。虎躯一震，我抱着半醉的女团队长回了房间。基地外来了一个车队。东海市2统领郑强想要见您，
在基地外面。这老小子为了生意，自己的女人都往外送的人，让他进来我倒要看看他要干什么。沈少，好久不见了，有什么事情你直说吧。我是为过去的事情来赔罪的。新梅确实是我干女儿，但是关系没有你想的那么复杂。昨天她私自跑来，也是我约束不周。基地外面我安排了车队送来1万吨石油，并且又把新梅送了过来，还望沈少笑纳。我看着一脸凌乱的蓝心湄，好意心领了。我不喜欢拐弯抹角的人，再不说就走吧。我听朋友讲，沈少物资比较多，希望换一些来。上次拍卖的物资基本都被各国大财团收购，地方势力完全没有权利插手购买，所以作为东海市2把手也无法获得。石油和人留下，你走吧。韩冰带安保收货，带他出去。一队身穿机甲的安保人员挟持着二当家出去。沈氏狗这么霸道，你要知道，在东海我还有一个大哥。基地内，我看向了蓝心湄。郑强说的大哥是谁？沈少，我也不清楚，只是听说早年间是东海出去的，现在应该已经退休了。好吧，现在郑强走了，你也可以自由了，所以你走吧。不容他反对，我就让安保把他送走了。这个女人留着会很麻烦。韩冰，帮我查下所谓东海大统领是谁。我检索了过去50年的数据，发现唯一契合这个关系的人，只有曾任东海商会的隆东，履历曾是东海渔村的小村长，后面不知道怎么提升到了代表的位置，现在已经全家移民泰国了。帮我查下他的事。现在东海渔村是东海市主要的贸易港口，出口向安国、Y国、T国等货物都要经过东海港口，而现在掌控东海渔村的人是他的侄子龙灿。好，我明白了，这个威胁不除去，看来是个麻烦事情。现在寒流来袭，想来东海渔村的日子也不好过，正好可以送他们一个大礼。查下现在东海港口主要在进行什么贸易？因为温度极低，太平洋结冰了，现在港口海运停止了，都改为了货运。因为政策原因，所以东海渔村港口仍旧作为东海市主业务通道，主要贸易是能源类物资。好，我要去源头上把货物全部装入异空间中。我穿上机甲，瞬间就转遍了几个上游能源国，利用手中生活物资收购了所有的能源和矿产。今天怎么一辆货运车都没有来？大哥，我们也不知道啊，从早晨到现在一辆运输车辆都没有。这到底怎么回事？过去一天少说有几百万吨能源进出的，如果没有这些物资，我们就完蛋了。打电话联系东叔问下怎么回事。你小子是不是得罪什么人了？我们贸易对象的货物全部被收购了，现在往东海的货运全部停止了。没有啊，东叔，我们上岸后我一直做本分生意啊。我知道了，等我一会儿给你电话。你替我去拜访一个人，务必谦逊，顺便带着郑强一起去，记住是去赔罪的。东叔，什么大人物值得这么重视，还要带着强叔？不用管了，阿强嘴硬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10几辆黑色恒温车停在门前，龙灿和东海二当家下了车。东海二当家来了，还带了东海渔村负责人。出去看看，各位这么大阵仗是什么意思？沈少好啊，这次我们是专程前来赔罪的。东叔已经说了，寒流大家要绑在一起生活。这次东叔也让我带来了强叔一起来赔罪，并且带来了100万吨石油，希望沈少不要嫌弃。我看了下后面的车队，让他们全部进了基地。其实也没有什么大事情，就是强总说话声音有些大了。沈少说的哪里话？老朽这段时间上火吃药搞得讲话没把控住，下次要有把控了。既然大家都说开了，那就没事了。沈少有事情以后随便安排，我们就是家人了。好的，那就这样，回头再聚。东海一行人离开基地，我利用随身空间把石油全部收入了进去。韩冰，自动化智能兵工厂建设进度怎么样了？第一批1000人的自动化兵人已经装备机甲，可以投入使用了。好，安排500人守卫基地，人类守卫先去建设生产线，另外500智能兵人巡视东海过往货物，遇到可以用的物资、能源、矿产就拿下来，主要针对 M 国货运物资、M 国禁运。好的，500机甲兵人飞到基地周围，另外500机甲兵人去了东海。如我华国者 ，M 国虽然远，也必须诛。百夫长传来无线电消息，主人，发现 M 国货运舰队大约1万人，灭了他们，货物等我过去回收。是，主人。我穿上机甲就准备奔赴东海896.335位置。东海开始大范围战斗，除了货物之外，一个不留。是，队长。无数的巡航导弹从兵人的身体中射出，电磁波也从兵人口中喷出，在东海上空燃起了巨大的蘑菇云。M 国货运舰队护航员被电磁波远远抛弃。是谁？谁在攻击我们？上帝啊，救救你的子民吧！无数的炮弹倾泻到 M 国舰队上，巨大的运输战舰瞬间四分五裂。我急速飞遁向交战区，第一次出动兵人，希望不要毁坏物资。东海的冰都融化了，成为了一个大湖泊，物资如山一般被兵人摆到四周。看到兵人的战斗力，我很是惊讶。智能 AI 兵人果然智能，清理干净了吧？这扫描1万次了，没有一个活口。很好，我召唤出储存空间，开始收缴所有的物资。这件事情引起了 M 国巨大的震动，也引起了国际震动。联合组织和 M 国都派出了舰队巡视东海，所幸我一个活口都没留下，铁片都装进去了异空间。现在联合舰队在东海乱窜，你们雷达全开，尽量躲避，
如果被雷达锁定，就灭了他们；如果不能灭了他们，就算自爆也不能留下一丝痕迹。是，主人。满载物资回到基地后，寒冰，提升研发进度，能源问题你不用考虑，再给我安排3000兵人，速度和火力都要最新款的。我的主人，虽然不很合时宜，但我还是要提醒您，虽然我们现在所有拥有的能源足够基地运作，但流水线的效率过低，我们需要核能作为主要能量源。果然，石油、天然气这种资源支撑基地运作还是太困难了。目前情况，从0到1研究核聚变太慢了，所以最好的计划还是去偷现成的技术。我打开了寒冰的控制界面，输入了间谍指令。我现在赋予你最高等级的服务器权限，让你可以在全世界任何一条网络上进行信息捕获。我现在需要你去那些工业设施还完好的国家去扫描他们核电设备的构造。遵命，即将开始网络深度前行。注意一下，不要去远国了，咱们刚和他们交手过。去异国，西伯利亚平原上就有不少那玩意儿。收到指示，正在骇入卫星，正在确定设施坐标，正在扫描场地构成，正在生成全息模型。在寒冰扫描异国核设施时，我打开了手机。M 国联合舰的覆灭究竟是何方组织所为？遭天谴哀，作威作福的 M 国舰队被正义组织打击。末日降临，群雄四起，M 国海域危机是否预示着世界大战？大惊小怪，简单秀下肌肉就把他们吓尿了。我转念一想，我是不是也能趁这个机会大肆宣传一下，为自己带来更大的威望？不行，现在的我还没发育完全，要是浪了遭到多方势力围攻，这不就凉了？我打开空间大门，还有3000亿美金物资，不论是将来在末日里继续苟着，还是当正义之师扫荡贼寇，就算是当救世主，也都需要这些物资作为后盾。但同时，我也看到了寒冰世界里的恶殍遍地。不行，现在还不是广施灾民的时候，社会秩序还在，必须要等到乱世兴亡才能诞生。寒冰，主人我在。核电设施还需要多长时间可以完工？由于建材要求特殊，预计至少2个月可以完工。不过因为缺少核心核聚变元素，我们无法生产核反应。这个我去解决。现在安排3000兵人出发寻找核能矿产。基地上空，3000名机甲横空飞射向各国领土。正当寒冰操办核设施建设工程时，一条奇怪的信号闯入了网络。寒冰，这条信号是怎么回事？回答主人，我设置在全球的能量信号源受到了不明信息。什么不明信息？按主人之前的要求，我派出间谍机器去寻找油矿原料，但在这个过程中，我收到了未知的能量信号。地点在哪？这天底下居然还有我不知道的东西。地点在昆仑山脉。寒冰放大了卫星拍摄的实时画面，寒流引发的季节性变化造成了雪崩，原本冰雪覆盖的山脉露出了隐藏在积雪下的山脊。这山脊的走势为何如此眼熟？天地横陈作天柱，江河绵延那五行。奇门中的运先生真是厉害。寒冰，把昆仑山地形的走向连接起来，并且确定能量来源位置。信息编码形成的红线逐渐将山脉连成一幅图画，俨然是一条匍匐的巨龙，而那能量放射的源头恰好在那山脉的龙头处。派出100兵人，带上工程设备去勘察。不，这次我也要亲自去。我穿上机甲，就向昆仑山脉奔赴而去。100兵人随我出征。在我落地后，能量检测仪开始滴滴作响，位置能量浓度上升，初步判断对人体没有损伤。主人，就在这里开挖吗？能量源就在这地下1万米，快打通时候再叫我。主人，似乎也不止我们发现了这里的能量。你们继续挖，我带20个人过去看看。我飞行在离地面2000米的高空，活体扫描仪发现了生命反应。我远程呼唤寒冰，寒冰，用卫星扫描一下底下那帮人什么来头。正在连接卫星，扫描完成。地面人数132人，均携带武装，来历为边境非法组织。末日前上过赏金名单。我古国领地，蛮夷也敢前来。我一声令下，装载的炸弹从高空倾泻而下，透过云层，看到火光四射，巨大的轰隆声响起。活体扫描未发现生命特征。我从高空落地，眼前已是一片焦土。切，还想带个狗牌回去，结果是渣子都不剩了。昆仑山山顶温度已经直逼零下100摄氏度，进度到多少了？还剩3000米就到底了。但我们在5000米的岩层发现了壁画的残片，和我想的一样，等挖到底就是古代遗迹了。我要的东西就在里面。随着钻头挖破了最后一层岩石，地下空间豁然开朗。我穿着厚重的机甲，刚刚踏进这里，全息扫描就已经完成，3维地图呈现在我的头盔中。为我标记信号源，有50个人守住洞口，其他人和我进去。几百年前的机关已经年久失修，连我的机甲漆面都刮不花。巨大的木林横陈在地下，顶上星光闪耀，9条银河如龙般盘桓在地上。银河汇聚处悬浮一道棺椁，9龙拉棺。如此极寒天气，水银造就的银河仍栩栩如生，真是夺天地造化。看来能量波动极大的可能来源于棺椁，只是不要给我来盗墓笔记那一出，来一个大粽子我可受不住。兵人1、兵人2、兵人3、兵人4走到棺椁，准备用力抬起棺椁，手搭上后，双龙盘旋冲天而起。日照大海现双龙，银河汇聚天下事。果然和奇门书中所言，这是天下气运汇聚处。抬起棺椁，棺椁被抬起，只见一方玉尊坐落其中，
龙凤齐飞盘桓，霎时天空铭刻2行字，天地泛音鸣唱，风雷大动。受命于天，既寿永昌。警报！警报！捕获超级电磁波！警报！警报！超级电磁波正在对我发动攻击！警报！警报！随着寒冰急促的警报声，逐渐没了声音。寒冰，怎么了？主人，我没事，刚才接收到了一股超强电磁信息。电磁信息是不属于这个世界的信息，我需要时间消化下。这个玉尊不能带走，信息中好像讲它是一个坐标接收器，带走会有危险。昆仑山地形可以削弱信号发射。什么危险？具体我也不知道。根据传输过来的信息，好像历代持有者都会因为它失去一些东西。我转念想了想，历代持有者，他难道是个阴谋？受命于天，极寿永昌。古来得到这个玉尊的人，虽然非富即贵，但是付出的代价也是极大的。我瞬间放弃了获得玉尊的想法，去基地调3000兵人来这里暗地里守着，不要让任何人和组织靠近。我可不想莫名其妙遇到不可控的东西。我带领兵员回到基地。你得到的信息是什么？模糊提到，玉尊发射信号之后，100光年内将会有星际巡查使跟随坐标前来。星际巡查使是什么？就类似我们这个世界的人口稽查队，不过他们还有一个可怕的职责，就是星际文明评级。评级做什么？具体不清楚，没有记载。还有其他信息吗？我还接收到一些新的科技，类似超导传输，可以无损耗跨星际传输能量。或许有足够的能量，我可以解决掉气候的变化。怎么解决？稳态核聚变，只不过我需要巨大的能量，当然还需要更多的水和冰，否则地球抵挡不住这个热量，就先消亡了。那么在自保上有什么办法吗？有的，我接收的信息远远高于我们现在这个文明，我可以部署一个质子进行基地的守卫。对于兵人的能力，我也会给予加强。远程热武器这边只需要使用超导冲击就可以了。按照现在文明等级，没有可以扛得住的。好，那就这样部署。还有一个问题，如果我收纳所有难民，物资问题怎么解决？我可以先建立一个生态系统，根据数据测算，小型稳定核聚变我们现在就可以制造。好，那就把地下宫100万人住的空间扩展到1亿人吧，以去发布新闻，开始收纳难民。东海播报：东海著名企业家沈世狗先生愿意无偿接纳难民，提供吃喝。罗刹播报：东方大国沈世狗建立生态基地，无偿接纳难民。北海新闻：人类救世主沈世狗愿意救助1亿难民。铺天盖地的广播新闻充斥所有的幸存点，无数的直升机、运输机带领一队又一队人走进了地下防空洞。卫星电话响起：沈先生你好，感谢你能救助我们同胞。不用客气，都是自己人。沈先生，因为1亿名额太紧张了，优先了我们自己同胞。前些年我孩子出去改了国籍了，现在回来可以进去吗？毕竟跟上都是自己人啊。你出去的时候怎么不想我们都是自己人啊？我愤怒地挂了电话。这些人真的不是东西，这时候还想走后门。我叫来寒冰。寒冰，对于进入地下庇护所的人员查一下，优先我们国人，尤其是国家犯不为我们同胞做事情的，风评不好的，一个不要放进去。是。基地门口排起了长龙，也有一群人嚷嚷着为什么不让我进去。C 国的行为对我们的民意可是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啊！我们会想办法解决这个麻烦的。如果是组织行为也就罢了，个人行为这个太张扬了，不好。明白。几十架隐形战机从外国起飞。你对沈世狗这个人怎么看？为国为民，很有良心。我接到深海中的一个电话，说是他很不好。为什么？你想，一个人做了我们应该做的事情，那么谁还会念我们的好啊？明白。几十架无人机起飞，同时西方几个老牌列强国家都派出了飞机和导弹。警报，监测到有战机靠近。警报，检测到远程热导武器攻击。红外线扫描仪上闪烁着无数的光点，正在靠近。我看着雷达上的信号，启动质子防御，不要攻击。自从知道100光年之后，其他文明将要来临，我就对地球文明的需求变得寡淡了。无数的炮弹轰击在基地光墙上，并未造成任何伤害。启动质子封锁目标电子信息。寒冰，把我讲的话发布到所有的新闻媒体中。一时间，所有的广播频道都在播放我的画面。我无意抢夺民心，也无意争夺资源。寒流时期，人类应该互助共。在我获取科技的过程中，我发现了过去的文明，具体是什么还不知道，很危险。我希望我可以尽可能保护人类火种，直到某一时刻的来临。他说的巨大的危险，你信吗？看他基地的防御能力，应该是有足够能量毁灭我们的，似乎不至于说假话。我很好奇，这么超脱的防御科技是哪里得来的？我会安排探查的，必要时刻是可以牺牲的。什么过去的文明？是在说外星人吗？看他的说法，有可能。召集全国科学家开会。是。这说的有些意思，组织一批科学家来谈一谈。2000年时间了，黄的心怎么颤动了？要出现了吗？得去看一下。如果黄的心还活着，那么问题就大了。上面的人是不允许他的声音再出现的。外星人陷入回忆。外星战场上，一个人身披机甲，巨大的身体横贯苍穹，周边战火纷飞。小人们，低等文明不是高等文明的主宰，你们做的太过了。几个超级大国安排大使来到基地外。各国安排大使来了，安排他们进来。
各位大使前来是为了过去文明的事情吗？是的，我想知道沈先生怎么得到的消息。这个不方便告诉你们，我只能说这个事情远比现在的情况更危险。我想代替我们军方问下，沈先生是如何防住那么大火力袭击的呢？主要还毫发无损，没有发出可探测反击武器的情况下。我说我现在掌握的科技文明高于现在文明高度，你们相信吗？热武器的构造，其实在我看来就是分子组合，我可以轻松让它分解掉。韩冰，给他们演示一下。基地外的一架战机慢慢消失，化成了粉末。各国大使脸上满是震惊。我们爱国随时欢迎沈先生前来。我们忧国也是，俺也一样。各国大使讲完，纷纷乘坐战机告辞，只有欧国大使脸色尴尬没走。还有什么事情吗？刚才您分解的飞机是我的。那么巧，韩冰，安排一辆战机给他，顺便给他加满油。地下入口处发生剧烈爆炸，怎么回事？那里怎么会有爆炸的？是有人引爆了携带的炸弹。为什么没有防御机制？您的命令是不允许伤害人类。你们这帮蠢货，跟我去看看。我走到地下入口处，迅速清理下现场，扫描下还有没有热武器源，安排救治下伤员。是。几个大兵飞到天上，不断的扫描广场人群，查下死者 DNA， 输入数据库中对比。我要知道谁做了这么残忍的事情。是的，主人。经过 DNA 对比，引发爆炸的人员来自异国的地下组织。异国？是的，主人。我们发现该人员长期潜伏我Z国，近期来我们收容人员处，走到了人群中就引爆了炸弹。可以查到为什么要这么做吗？不清楚。看来我们需要亲自过去问下，带15万兵人和我去异国看一下。我要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做。基地内横陈了无数的兵人，密密麻麻。五代机顶着寒流，在寒风中呼啸而过。你已入侵异国领空，请立刻离开。可当他的雷达扫描到密密麻麻的兵人时，却傻了眼。开火！还未等战机做出任何反应，就被兵人军团的哨炮打成了渣子。异国的防空警报瞬间炸开。韩冰，为我接到异国全频段通信网络。收到。放下武器，你们的军队在我眼里就和蚂蚁一样。瞬间，起飞应敌的战机全部收到了兵人军团的导弹锁定。我带着兵人军团在异国首都城市降落。咱们没飞错地方吧？怎么荒凉成这个样子？韩冰的导航当然不会出错，可昔日的首都俨然已成为一片废墟。在末日之初，异国是最早一批受到冲击的国家，组织的不作为加上地区因素，几乎毁灭了这个国家。走在异国街道上，整个区域几乎没有人了。只有残破的房子中有几个穿厚重棉服的女人。小哥，小哥，干啥？女人顺手指了指她居住的废墟。 5块面包，咱们去那里。不需要。等等，3块面包可以吗？不用。2块面包可以吗？我还有3个孩子，今天没生意，他们就饿死了。小哥行行好，帮帮我，1块面包也可以呀，我给你跪下。你们异国不是也有安全屋吗？为什么不去？安全屋，安全屋我们怎么进得去？我心中一阵唏嘘。韩冰，给他一些面包和吃的。真不知异国官员是不是也这么艰苦？距您2公里处的高楼，就是异国官员的塔楼。现在已经是傍晚，只有那座高楼还矗立在末日中，散发着暖光。有人来了！废墟中霎时亮起点火把，随后走出一批骨瘦如柴的人。沈少注意危险！几乎是一瞬间，那些人全部被武器锁定。不要动手，这些只是灾民。我看着眼前这些灾民，在接近零下100度的严寒中，他们只能尽可能的收集各种皮质物品来御寒，甚至有人身上还披着同类的皮呢。分给他们一些物资。物资刚被放下地面，就引来灾民的哄抢。更荒谬的是，这些灾民的聚落竟不过离那官员基地仅2公里远。灾难来临时，只顾自己，却不关心民众的死活。我率领兵人军团进入了异国最高机关的基地，任何阻拦者都被就地处决。面对我极为迅速的突入，异国高层根本来不及避难，就被我堵在了会议室。我二话不说，直接将地下入口处发生的一切全息投屏到了所有人面前，包括自爆者的个人信息。没有人能给一个合理的解释的话，那就所有人都死。在短暂的沉寂后，深藏在幕后的一人竟缓缓鼓起了掌，并起身走开。我自认为我做了件好事，不知你为何要大动干戈？沈少，要我说，直接把这帮人灭了。让他说，我们不是恐怖组织。我们早就知道沈少在末日中有大量的物资，但我们从来和您都没有发生过冲突。那你援助的组织为什么要杀我的人？沈少不妨这样想想，哪怕你有再多的物资，终究有用完的一天。高层代表说着，同样放出投影。图片中是异国避难所的空间，但相比于自己的基地，这个设施中的民众显然更富足。拥有避难所的不止你一人，我们同样有自己的避难所，但我们资源总归有限，只能让一部分能力更强、天赋更强的人作为火种留下来。可是你们的恐怖袭击是在击杀平民，就连这些都是从普通灾民手中剥削的。如果我救他们的话，物资就会崩溃，到最后大家都要一起灭亡。末日还不知道什么时间结束，只有我们更强者联合起来，保留人类火种，才是救世的唯一道路。寒冰末日，我囤积了亿万物资。我看着雷达上的信号，启动质子防御，不要攻击。自从知道100光年之后，其他文明将要来临，
我就对地球文明的需求变得寡淡了。无数的炮弹轰击在基地光墙上，并未造成任何伤害。启动质子封锁目标电子信息，韩冰，把我讲的话发布到所有的新闻媒体中。一时间，所有的广播频道都在播放我的画面。我无意抢夺民心，也无意争夺资源。寒流时期，人类应该互助共度。在我获取科技的过程中，我发现了过去的文明，具体是什么还不知道，很危险。我希望我可以尽可能保护人类火种，直到某一时刻的来临。他说的巨大的危险，你信吗？看他基地的防御能力，应该是有足够能量毁灭我们的，似乎不至于说假话。我很好奇，这么超脱的防御科技是哪里得来的？我会安排探查的，必要时刻是可以牺牲的。什么过去的文明？是在说外星人吗？看他的说法，有可能。召集全国科学家开会。是。这说的有些意思，组织一批科学家来谈一谈。2000年时间了，黄的心怎么颤动了？要出现了吗？得去看一下。如果黄的心还活着，那么问题就大了。上面的人是不允许他的声音再出现的。外星人陷入回忆。外星战场上，一个人身披机甲，巨大的身体横贯苍穹，周边瘴蚊飞。小人们，低等文明不是高等文明的主宰，你们做的太过了。几个超级大国安排大使来到基地外。各国安排大使来了，安排他们进来。各位大使前来是为了过去文明的事情吗？是的，我想知道沈先生怎么得到的消息。这个不方便告诉你们，我只能说这个事情远比现在的情况更危险。我想代替我们军方问下，沈先生是如何防住那么大火力袭击的呢？主要还毫发无损，没有发出可探测反击武器的情况下。我说我现在掌握的科技文明高于现在文明高度，你们相信吗？热武器的构造，其实在我看来就是分子组合，我可以轻松让它分解掉。韩冰，给他们演示一下。基地外的一架战机慢慢消失，化成了粉末了。各国大使脸上满是震惊。我们爱国随时欢迎沈先生前来。我们忧国也是，俺也一样。各国大使讲完，纷纷乘坐战机告辞。只有欧国大使脸色尴尬没走。还有什么事情吗？刚才您分解的飞机是我的。那么巧，韩冰，安排一辆战机给他，顺便给他加满油。地下入口处发生剧烈爆炸。怎么回事？那里怎么会有爆炸的？是有人引爆了携带的炸弹。为什么没有防御机制？您的命令是不允许伤害人类。你们这帮蠢货，跟我去看看。我走到地下入口处，迅速清理下现场，扫描下还有没有热武器源，安排救治下伤员。是。几个大兵飞到天上，不断的扫描广场人群，查下死者 DNA， 输入数据库中对比。我要知道谁做了这么残忍的事情。是的，主人。经过 DNA 对比，引发爆炸的人员来自异国的地下组织。异国？是的，主人。我们发现该人员长期潜伏我Z国，近期来我们收容人员处，走到了人群中就引爆了炸弹。可以查到为什么要这么做吗？不清楚。看来我们需要亲自过去问下，带15万兵人和我去异国看一下。我要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做。基地内横陈了无数的兵人，密密麻麻。五代机顶着寒流，在寒风中呼啸而过。你已入侵异国领空，请立刻离开。可当他的雷达扫描到密密麻麻的兵人时，却傻了眼。开火！还未等战机做出任何反应，就被兵源军团的哨炮打成了渣子。异国的防空警报瞬间炸开。韩冰，为我接到异国全频段通信网络。收到。放下武器，你们的军队在我眼里就和蚂蚁一样。瞬间，起飞应敌的战机全部收到了兵源军团的导弹锁定。我带着兵源军团在异国首都城市降落。咱们没飞错地方吧？怎么荒凉成这个样子？韩冰的导航当然不会出错，可昔日的首都俨然已成为一片废墟。在末日之初，异国是最早一批受到冲击的国家，组织的不作为加上地区因素，几乎毁灭了这个国家。走在异国街道上，整个区域几乎没有人了，只有残破的房子中有几个穿厚重棉服的女人。小哥，小哥，干啥？女人顺手指了指她居住的废墟。 5块面包，咱们去那里。不需要。等等，3块面包可以吗？不用。2块面包可以吗？我还有3个孩子，今天没生意，他们就饿死了。小哥行行好，帮帮我，1块面包也可以呀，我给你跪下。你们异国不是也有安全屋吗？为什么不去？安全屋，安全屋我们怎么进得去？我心中一阵唏嘘。韩冰，给他一些面包和吃的。真不知异国官员是不是也这么艰苦？距您2公里处的高楼，就是异国官员的塔楼。现在已经是傍晚，只有那座高楼还矗立在末日中，散发着暖光。有人来了！废墟中霎时亮起点火把，随后走出一批骨瘦如柴的人。沈少注意危险！几乎是一瞬间，那些人全部被武器锁定。不要动手，这些只是灾民。我看着眼前这些灾民，在接近零下100度的严寒中，他们只能尽可能的收集各种皮质物品来御寒，甚至有人身上还披着同类的皮呢。分给他们一些物资。物资刚被放下地面，就引来灾民的哄抢。更荒谬的是，这些灾民的聚落竟不过离那官员基地仅2公里远。灾难来临时，只顾自己，却不关心民众的死活。我率领兵员军团进入了异国最高机关的基地，任何阻拦者都被就地处决。面对我极为迅速的突入，异国高层根本来不及避难，就被我堵在了会议室。我二话不说，
直接将地下入口处发生的一切全息投屏到了所有人面前，包括自爆者的个人信息。没有人能给一个合理的解释的话，那就所有人都死。在短暂的沉寂后，深藏在幕后的艺人竟缓缓鼓起了掌，并起身走来。我自认为我做了件好事，不知你为何要大动干戈？沈少，要我说，直接把这帮人灭了。让他说，我们不是恐怖组织。我们早就知道沈少在末日中有大量的物资，但我们从来和您都没有发生过冲突。那你援助的组织为什么要杀我的人？沈少不妨这样想想，哪怕你有再多的物资，终究有用完的一天。高层代表说着，同样放出投影，图片中是一国避难所的空间，但相比于自己的基地，这个设施中的民众显然更富足。拥有避难所的不止你一人，我们同样有自己的避难所，但我们资源总归有限，只能让一部分能力更强、天赋更强的人作为火种留下来。可是你们的恐怖袭击是在击杀平民，就连这些都是从普通灾民手中剥削的。如果我救他们的话，物资就会崩溃，到最后大家都要一起灭亡，末日还不知道什么时间结束。只有我们更强者联合起来，保留人类火种，才是救世的唯一道路。和平共处还是毫无意义的血战？沈少，您自行决定吧。高层代表自信地伸出了手，认为谈判胜券在握，却不料得到的回应只是我的一声冷笑。好啊，既然你这么说，想必是已经坚决地践行优胜劣汰的理论了吧？正好我也有此意，并且我的人工智能机体也可以胜任此工作。生物扫描开启，检测面板计算中。随着感应激光穿过了在场所有官员的身体，一行密密麻麻的数值可视化面板赫然出现在大厅。每个人的能力、智力、体质，甚至基因都被集合成了数据，并由高到低做成了排名。我看到我的名字了，在第3位，我的排名在后面。小声点，再看下去，我花钱走后门入职的事要暴露了。一瞬间，整个大厅鸦雀无声，而那个出面与我对峙的一国代表，排名不高不低，恰好在第9位。这不可能，这不是真实的数据，没有任何一种技术能总结人的数据。看到自己的排名后，这位代表愤怒地睁大了双眼。这有什么奇怪的？你们之所以在这里，并不是你们多优秀，而是你们父辈或者祖辈的荣耀。在外面，那些冰天雪地之中苦苦挣扎的人，比你们差在哪里了？可能只是一个机会而已。这不可能！我的能力，我的智商，怎么可能才是第9名？闭起你的嘴！平时高高在上，恭维听惯了，还真以为自己可以了呢。现在我认可你们的观念，优胜劣汰，所以这个名单上前5的人可以去我的避难所了。话音刚落，全场哗然。去激国沈少的避难所吗？那可是全世界最安全的地方。我在上面，我是第3个，我要跟着沈少走。凭什么？我不服！嘈杂的声音逐渐变得火药味十足，有人立马准备投诚，也有人愤怒不已。凭什么一张面板就要决定我们的生死？你们的代表难道奉行的不就是这样的准则吗？不服，我要把排名比我靠前的人都杀掉，这样我就是最后的精英了。暴论一出，立马有人开始认同这样的想法，瞬间会议厅乱成一片，几乎每个人都想证明自己还是该活下来的精英，就连先前那位高层代表也不例外。兵员，让他们冷静一下。我命令下达，情报军用镇定剂瞬间发射，在场的所有人立马陷入不具攻击性的疲惫状态。这就是你口中所谓的优胜劣汰。你们之所以能维持和谐，不过是因为你们都是既得利益者。如果不公的天平在你们这里倾斜，那你们也会变成一盘散沙，无限分裂。我走到高层代表面前，居高临下的看着瘫痪在地的他。根本没有标准能评价谁是应该活下来的，那份数据是我编的。高层代表已然不敢直视我的眼睛，他的眼神无奈又愧疚。你不是跟我说要做选择吗？你的行为已经让你不配和我站在同一张牌桌上。韩冰，为我标出一国所有灾民的聚集地。正在扫描，预估灾民数量为5000万人。怎么才5000万人？该国人口不是1亿5000万吗？因为寒流来袭，将近有8000万人口消失了，其中该国庇护所只能容纳2000万人，绝大多数都是该国上层有能力关系的人。看来这5000万人我必须全救，不然就灭绝了。虽然您的行为很公平，但我还是要提醒您，我们虽然物资充盈，但大规模灾民的涌入还是会导致不可避免的供应失衡。我建议您慎重考虑。物资的问题和空间是我无法避免的难题，这个决定的分量，同时也关乎到基地所有人的未来。难道要我置灾民于不顾吗？预喜信号已经发出了，外星文明即将到来，人类从未像现在这一刻需要团结。谁也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回去以后召集全球代表，我要让他们做个选择。遥远冰原外的多个国度同时收到了我要求面谈的消息，一时间全球地区领导人不得不预先召开内阁会议。这个沈世狗到底想干什么？先是叫科学家开会，现在居然又要使唤地区领导人。保守估计，怕不是仗着自己能打，想给咱们一个下马威。那你说要不要去？闭门不出，他再嚣张又能把咱们怎么样？哼，外星文明，我们找了50年都没线索的东西，他说有就有。这个沈世狗现在的实力深不见底，保险起见，我们还是去看看他打的什么算盘。前段时间听说沈世狗去了异国，
不知道闹出了什么动静。怕不是给对手送去了物资和技术。那如果沈氏狗援助我们的敌人，我们又该怎么办？最好的办法是在这次会议上想办法暗杀他。同意他的要求，准备特种小队进行斩首行动。沈氏狗坐在办公室中央，窗边的热红酒冒着阵阵热气。寒冰的间谍系统正源源不断地将世界各地的情报投放在电子屏幕上，地区领导人的一举一动在我眼中无所遁形。60个地区，只有23个接受了我的邀请，其中还有1半多都是打算暗杀我的。我摇晃着红酒杯，感叹野心家的恐怖，但权谋可弥补不了实力上的绝对差距。我们可以对不老实的地区进行武力恐吓，不，给所有领导人群发消息。与此同时，所有地区的领导人同时看到了我发送的信息，参加会议即可共享超脱现有文明的技术，获得我无条件的物资援助。决定参加的成员人数迅速飙升。地下避难所的会议室中，各国代表静坐着，心中各怀鬼胎。终于有人耐不住，说出了大多数人此行的最大目的。我听闻沈先生这次会晤的目的是向我们共享超文明技术，但不出意外的被一些国家的代表冷漠的打断。沈先生拥有的实力让我们刮目相看，但这种行为必然会打破地区间的稳定。对于沈先生的提议，我只能表示反对。领头地区一表态，众多小弟也表达了反对的意见。我应该和各位地区的科学家说过了，外星文明即将来访，带来的不只有技术，也会有毁灭。异国炸弹袭击的视频同时被我投屏到了所有人面前。但不论是出于什么样的理由，这样的行为只会让人类毁灭，死在无限的内斗之中。我们找了50年的外星文明都没有结果，你拿什么证明外星人一定存在？我冷笑一声，那你是想将全人类拖入赌局之中吗？我将昆仑山中的玉玺拍在桌面，奇异的能量立马开始躁动。你们看这上面的能量是什么？辐射，陨星辐射。这么小的东西是陨星？是的，5万年前开始，超文明生物已经发送了这种陨星来探测文明了。而5000年前，我们古国获得了这个东西。很不幸，很多拥有者无法抵抗辐射而亡。各个地区代表开始窃窃私语。说回正题，技术共享和物资援助只是最基础的条件。想得到这份待遇，只有一条路：作为人类统一战线的一份子，合作共存，度过寒潮。和世界共享超文明技术，我坚决反对。一旦核技术打破垄断，地区间的平衡会荡然无存。这位代表，请您冷静。但根据您地区的一贯作风来看，您根本不在乎所谓的平衡，只是在意自己能否从冲突中获利。M 国代表被我对得哑口无言，转身愤然离席。未来将至，生存还是毁灭，大家选择吧。此言一出，现场有几人立马表情不再自然。当然，你们可以和 M 国一样，在末日中自力更生，选择权在你们自己。最后留下来的，我们会共同面对末日，共享资源和技术，保留人类的火种。最后的结果是，几位牵头大国带着小弟离席，60地区领导人最终留下42位。什么拉菲、美黑、奥斯本，基本都是老弱病残，凑一桌都拉不起2支军队。既然各位愿意留下，那我们将组建冰封同盟，稍后寒冰将进驻各位的系统。我想问下，离开的那些大国掌握着地球上超过80%的人力和资源，没有他们的支持，我们能坚持到什么时候呢？各位不用担心，我从来没指望过他们能提供什么帮助。我们要将主动权握在自己手中，真理才会在我们这里。虽然统筹盟友的资源后，我们的物资实力空前强大，但平均到每个人头上，可持续生存的时间反而减少了80%。这个问题我当然知道，但现在最重要的是建立统一的战线。M 国代表在回国后牵头其他反对地区，结成同盟，对我们发起了封锁，边境开始入驻军队。他们不动，我们也不动。目前最重要的是科技突破。可您怎么保证一些国家在掌握核技术后不会背叛我们？这个我早想到了，将所有同意留下的人员全部集中起来，安排工程机器人清理基地方圆5000公里的土地，然后深挖1000米，务必7天内完成。M 国会议室，为了对抗沈氏狗的联盟，以 M 为代表的组织刚与其成员国签订联盟协议。什么？沈氏狗疯了吗？又转移了7000万难民，简直就是异想天开。我们收到的消息确实如此。巨大的轰鸣声在会议室作响，一时间打断了所有的讨论。外面发生什么事了？什么声音？是飞机，是运输机，太多了，有上千架。开什么玩笑 ？M 国代表愤怒地走到窗前，映入眼帘的是铺天盖地的大型军用运输机列阵在自己的领空，银河舰队一般飞行而过。运输难民途中，任何阻拦或是发起攻击者都将视为对我冰封同盟宣战，将视为开启国战。这数量以千为单位都太过保守，至少有1万架在空中同时飞过，身边还有无数兵人保驾护航。运输过程顺利吗？在兵人护送下，没有任何地区敢阻拦，但有地区对入侵领空表示了强烈谴责。他们也就能谴责一下了。进度如何？预计3天内完成全部难民的转移，同时避难所扩建任务已完成80%。给新来的居民都安排一顿火锅。避难所的规则一定要发到每个人手机里，将守卫兵力加强到原来的1000%，一定不能再出乱子。地下避难所内，涌入的人群在安保机器人的统一安排下缓缓前行着。避难所向下被分成数层空间，
螺旋结构的中心被万倍硬度的航天玻璃包围，无数反应堆呈蜂窝状堆叠，透过钢化玻璃向外散发着暖流。沈世狗亲自配音的入驻提醒被做成广播，在避难所空间内循环播放。欢迎各位进入避难所，在你们的左侧的是代号为冰封时代的超大型核反应堆，它不仅是维持避难所运作的能量来源，同时也是维持温度的热源。在这里，你们将不再有贫富差距，国家与种族，只有一个身份，那就是人类。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全场100万人嘶喊赞许。遥远的昆仑山脉，强大的能量立刻奔涌而出，剧烈的能量扭曲了空间，在7000万难民震惊的目光中，紊乱的时空流竟然汇聚成了一幅幅画面。那是什么东西？在能量波动的干扰下，危机警报开始作响。我身边的冰原护卫立马严阵以待。能量波动达到峰值，但初步判断不具危险性。咋回事？以前可没有这种情况。扫描画面得出结论，玉玺投射出的似乎是不同维度空间的历史。扭曲的画面愈发清晰，宇宙中尘封的画面在众人面前徐徐展开。无数光年之外，一个人乘着飞船正在赶来。寒冰，让卫星放大画面，以同步轨道开始对玉玺能量进行全面监控。昆仑山的雪原上，奇异的画面流光溢彩，似乎叙述着关于外星文明的历史。将所有画面记录下来，已上传云端，正在对画面进行解读。巨大的信息投影展示在画面中，这外星人在过去开着飞船，经过了不少星系。根据画面中星云位置判断，该文明曾造访过 X8P7 星系、HD1 星系、GNZ11 星系等，至少距离地球几十亿光年的星团。保守推测，该文明延续时长至少1年为单位，甚至可能达到3级文明的水准。3级是什么水平？3级文明及星系文明，该文明可以轻易掌控其所在的星系，也可以随心所欲地开发和利用所在星系内的所有能量，甚至可以从宇宙已有的黑洞汲取自身文明所需的能量。那人类现在是什么水平？0.7级。结合画面来看，该文明也是由我们类似文明进化而来的。那他们干嘛大老远跑过来偷我们这个只有0.7的小破球？数据中提到了种族的贪婪，上层结构一直在索取掠夺，底层一辈子的努力也无法满足他们一日的消耗。底层因为剥削和物资资源的紧缺逐渐凋零，也没有上层愿意释放他们的贪欲，只能向外扩张进行掠夺。而他们在掠夺过程中也受到了不少的抵抗，很多同类文明在过去也有因为没有找到资源而消失的。该文明现在基本失去了当时3级文明的统治力，只打算找个星球改造寄生。改造？寒冰，寻找与玉玺相似的能量型号，放大到宇宙级别的强度搜索。正在同步能量频率，发现目标。一张冰封的火山被投屏在了全息屏幕上，这正是冰封开始前最大的异常地点——丑薄的黄石火山。无规则的能量乱流在寒冰的数据具象化下，渐渐形成了一条连接昆仑雪山和黄石火山的通道。玉玺的作用不只接受信号和发送信息，同时它也有改变星球的功能。在外星文明降临前，玉玺需要把整个星球的生态环境改变成外星文明宜居的样子，这个就是末日产生的根本原因。末日诞生的原因在这一刻真相大白，7000万难民的避难所在这一刻死寂一片。在玉玺落于人类之手后的2000多年间，社会结构一直没有变化，上层结构仍旧是不断的掠夺，并且封闭了底层结构的发展路径。按照正常的科技发展，2000年时间足够我们跃居2级文明，目前1级文明程度都未达到，并且因为一直感受人类贪婪的缘故，玉玺加速了环境的转化。我将玉玺投射出的画面向全世界公布，先前还嘴硬着不存在外星文明的安国终于服了软。这下好了，人类要完蛋了。完蛋个屁！老子把人都聚到一块儿，可不是为了等死。沈少难道有办法？和你有什么关系？我现在只对我的盟友负责。之前小弟都在场，是我太大声了，我给沈少赔不是了。想合作？我听说你们不是有个叫 NASA 的工厂吗？里面的火箭都借我运些东西吧。在进行秘密运输后，地表风雪飘摇，数以万计的火箭同时发射升空，在宇宙闪烁出绚丽的火焰。3000颗间谍卫星已升空，可捕获星际范围1万光年内所有不明飞行物的动向。太阳帆已部署，将捕获太阳能量用于为地表升温。星链正在连接中，环太平洋防卫系统已启动。既然外星人殖民的环境需要低温，那我只要让地球表面的温度恢复正常，就可以让他们放弃殖民打算了。正常靠太阳帆的热量解冻地球需要100年，而地球将会在10年内被改造完成。在解冻冰封前，任何不合作者将视为叛逃。末日的真相已经公布，恐慌的情绪无可避免在避难所传播开来。黑压压的人群在观看录像后开始躁动。不要脸的东西，敢来就打了他们会都不剩。你快小点声吧，知道3级文明什么水平吗？讨论这个干嘛？横竖都是死，还不如现在活得舒服点。大刘小说里3体人也不到2级文明，有机会的话向外星大哥投降吧。现在学外星语还来得及吗？检测到混乱因素增加，尽量安抚灾民情绪吧。另外，地区代表希望开会面谈。不同于避难所中的嘈杂，会议室只有死一般的沉寂。其实我已经知道有些人在想些什么，只是看谁先出这个头。我们真的打算和3级文明开战吗？
现在远没有到战争的那一步，但我们要做好万全准备。现在我们要养活7000万灾民，哪有多余的力量去战争动员呢？倒不如说以现在人类文明的力量，开战就是自寻死路。似乎是被周围人鼓动，他终于支支吾吾地说完了自己的话。那你想怎么办？去加入安国的同盟，还是投降外星人？我只想活下去。我脸色阴沉地盯着他。活下去？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离了避难所你活不下去。恕我无礼，我对您的策略无法苟同。我说过，冰封解冻前，任何不合作者将视为叛逃。我抬起头，冷冷地看着在场的所有人。我抱着团结的目的援助各位，但如果各位不愿意站在统一战线，那么只有放弃你们所有的物资，离开。我认为您的决定太过武断，选择权不在我们，而在于避难所中的每一个人。寒冰将放弃的人类驱逐出去，不允许携带物资，任何反抗者直接无害化处理。我尊重每个人的选择，既然不想为人类而战，那就离开吧。此语一出，全场哗然。离开？我们现在能去哪？是你把我们接过来的，你要对我们负责。你根本没打算给我们留活路。质疑声如潮水般袭来，但得到的只有我冷漠的回应。避难所的目的是保留人类的火种，既然你们已不打算为人类而战，那么生死自然和避难所无关。各国代表谁都没有想到我在此刻竟如此无情。沈少，您现在让他们离开，他们能去哪呢？我不关心，我只明白，如果留着他们，只会让内部的分裂更加严重。在末日面前，我这里只允许有一个声音。话音刚落，避难所的难民骂声滔天。当时就不该信你能保护我们的鬼话。你等着，到时候我第一个给外星太君带路。我这就去投奔 M 国阵营。寒冰，任何有意叛逃者直接处理。喊叫声响起，广场上直接被冰人射杀了几百。检测到玉玺能量波动，太阳系内出现不明飞行物。刺眼的红色警报立马在避难所内作响，命令卫星拦截。无法拦截，飞行物以曲率跃迁的飞行方式越过了星链防卫线，现在已经接近地球大气层。这么快？一瞬间，全场乱作一片。我正打算下达防御反击时，一道夺目的白光穿过了避难所的围墙，降临在了我的面前。先前所有的一切准备，此刻都成了摆设。开火，保护沈少！所有武器的火力向白光倾泻而去，但诡异的是，所有的子弹都被其吞没，消失得无影无踪。而我站在白光面前，透过光线看到的居然是自己的影子，仿佛宇宙中的另一个我。丑恶、贪婪，一瞬间，无数的恶意开始占据整个空间。这个人怎么和我一样？应该是平行世界的主人。你的 AI 人讲的是不错的，我确实是其他平行宇宙中的你。不久之后我将会到来。你来做什么？回收垃圾而已。什么意思？3000年时间内，已经吞并了很多其他平行世界中的我。每次吞并，我将会获得更多的能力和生命。而你的穿越合异空间，我也是有的。每当有一个平行世界中的我死去，我们将会获得他的能力。只是我提前洞察了这个事情，也或许是我诞生的文明比较高，才能明白这个事情。你是宇宙猎手，可以这样讲，他们是这样称呼的。你们看到映射信息了吗？看来沈氏狗很危险。根据技术上来看，其技术能力不弱于沈氏狗的超级文明。我认为我们现在应该远离沈氏狗，至少也应该保持中立。那就中立吧。M 国、U 国、T 国、Y 国等相继发表声明，脱离地下庇护所。沈氏狗地下庇护所出现动乱，公民安全无法保障。M 国沈氏狗的暂时公平只是自我意识的麻醉剂，眼中没有人民权利。Y 国全国强力谴责沈氏狗地下庇护所封闭狭窄，生活环境恶劣。这些杂碎真是不顾人类的死活。主人，随着更多国家的离去，我们基地内人口剩余尚不足4000万，预计结束寒流时间将会延长10年，所幸物资都被保留下了。那就全力发展大规模伤害性武器吧。看映射信息，估计不久之后就会有一个大的麻烦。是，主人。对于中立者，我不管他们，但是对于敢于投敌者，要密切关注，有一个消灭一个。我们人类的大狱不能死在这些虫子手里。是。我们不久前接到一个信息。什么信息？1年之后，主将会降临。主？是的，不瞒各位讲，我们外国其实早于沈氏狗就接收到了主的信息，其次小日子也接收到了，只是他因为寒冰来袭，沉入了太平洋，没有办法完成主交代的任务。我们外国现在是主唯一的代言人，就是为了防止异端的出现，打破主的计划。什么计划？其实主虽然是宇宙猎手，一人前来，除了主接收到了玉玺坐标之外，还有可能其他种族文明也接收到了这个信息。茫茫宇宙中，星际定位一旦被发现，那么面临的将不会只是一个文明的侵袭。诸位现在想明白我们为什么要投靠主了吧？主不仅是一个人，他后面还有可能有一个完整的3级文明。大哥带我一个，我们忧国必然为大哥马首是瞻，我们T国也可以加入。那好，加入我们那就要资源聚集到一起，一起迎接主的到来。Y 国、U 国、T 国、I 国、O 国发表共同声明，组建末世同盟，相互依靠，共同生存。人口大迁徙 ，U 国、T 国、I 国、O 国将人口资源全部迁入Y 国。外国举全国之力建立远程能源发射器，
M 国大量科学家参与 Y 国建设，我们为什么不一直保持中立呢？你们没有经历过，不知道。鸡蛋不能放到一个篮子里，谁知道外国说的是真是假呢？真的，我们就是盟友，至少提供了帮助；假的话，那就是那些人的自作主张。您老真是眼光长远。可是现在我们资源不够支撑全部人口从沈氏狗基地迁移出来，否则会有大批人冻死、饿死的。那也没有办法，只能苦一苦兄弟们。这个时候生死也只是天意，我们要保证安国在这场变故中留存下来，面子上至少我们是可以摘出来的。是。以 Y 国为首的国际联盟组织背后，似乎有新的星球文明给他们撑腰。这么快就成外星狗腿子了，这简直是狗腿子联盟！大规模杀伤力武器已经就位，要不要现在进行清除计划？在方圆100里内，大面积清理所有叛逃者，将避难所保护等级提高80%。接下来1年不受外界干扰，确保我们的技术终止共享，包括中立者，保护好与我们建立同盟的国家难民。明白。将探测卫星与预喜的能量波进行不同频率的调试，扩大搜寻范围和维度。是，主人。今天是信息卫星探测器发射的日子，让我们和主一同来见证这天。阿门，阿门，阿门。倒计时过后，发射器一直在喷火，燃料一直在消耗，但发射器一直没有离开地面。为什么会这样？事主不希望我们这样做吗？经过调查，发射一直是 M 国科学家负责的，他们把发射资源偷偷转移到自己国家，还说不用真到宇宙，拍照片发在媒体上就可以了。什么？我们被骗了？当年登月也是拍照片，这么大事情还这样搞？我们要向安国发动战争。末日联盟向中立国安国发起战争，他们资源整合已经完成了70%。如果吞并安国，他们将达成全部整合，但战争中消耗的资源完全不足以撑过整个寒冰期。让他们狗咬狗去吧。快看屏幕，宇宙猎手投影出现在上空，各国代表停止争吵，开始转向对宇宙猎手的跪拜。真是狗腿子当惯了，站都站不起来了。以 Y 国为首的国际联盟宣布，今日向 M 国基地发射导弹。M 国这2年人口流失严重，这一行为可能导致 M 国人口少于500万。Y 国、T 国、U 国等国武器装备资源占优势，但由于不断发展武器，民生无法保障，物资短缺，各国国内发生罢工和武装暴动事件，且已经出现人吃人的现象。主出现以后，一直降临在地球上空进行观察，并未出现什么举动。各国争先恐后发射了载人飞船，渴望成为与主第一个交流的国家。载人飞船还有1分钟就到达主身边了。好的，切换大屏幕吧，我准备与主进行实时全息沟通。黑暗的宇宙中，唯有宇宙猎手的飞行器有一点光亮，周围停着各国的载人飞船。宇宙猎手突然发出白色的闪光，用3秒钟吞噬了所有飞船，然后又恢复了一点光亮的状态，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各国代表一愣，消失了。宇宙猎手通过映射出现在了会议室。你们可以活下去，但最终只能留下5000人给新文明充当奴役，成为高纬度世界中的低级阶层。至于你们的同类，就充当蚂蚁吧。这5000人有什么条件吗？没有，到达文明交接节点时自动收编。哦，对了，你们的所有武器和能源现在一律由新文明接管。感谢你们整合的如此到位。各国的混战又开始了。由于武器正由新文明控制，他们为了成为幸免于难的5000人，转为徒手搏斗。那基地内的人员流动情况呢？各国基地已经覆灭了，只有 Y 国、T 国的基地勉强维持运转。一旦物质耗尽，他们的同类估计也所剩无几了。只要不影响我们避难所就好。大屏幕传来提示信息，是外国代表发来的，说只要愿意接受他到避难所，给您当孙子也愿意。给外星人当狗，给我当孙子，貌似身份还提高了不少。我考虑一下，毕竟人类的火种里不能没有外国人。主人，无法接收到外国电子信号，外国基地覆灭了。搜寻下还有哪些国家基地还在发布信号的？没有了。T 国与外国同时终止了信号，也就是说，地球上现在只有我们一个基地了。我从避难所窗口朝外看去，眼前白茫茫一片，大地已经被冰雪覆盖，安静极了，仿佛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把其他国家基地强制爆破，启动搜救飞行器引擎，快速搜寻其他基地内还活着的人。好的。霎时间，避难所上空升起30万台飞行捕捉器，乌泱泱的朝世界各地飞去。外国基地被炸开了，救世主，真正的救世主出现了。M 国基地被炸开了，我活下来了，我是食物链顶端。U 国基地被炸开了，我这是看见天堂了。我又派出智能搜救队伍，对覆灭基地的人进行了救援一条龙服务。几天以后，他们已经和原先的人没什么两样了。你们是各国仅存的血脉了，我拟定了几款合作条约，不知道你们是否会签字？我们签，沈少救救我们吧，让我们跟着你，做什么都行。既然你们态度如此明确，我决定共同抵抗新文明。好，跟随沈少，打倒外星文明。我恨外星人。接下来，我们开始建设新式武器和宇宙舰队，利用曲率飞行，在最大程度上加大武器对敌人的毁灭性。好，我们将备份的所有技术毫无保留的提供给你。是。寒冰，新文明还有多久到达？ 1年。在这1年，追踪宇宙猎手的行踪，
最好得到新文明星球的准确定位。是，主人。主人，新文明的轨迹正在以光速接近地球，他们出发点坐标是 KN23PI 星球。好的，利用玉玺向全宇宙发射这个坐标，发动5000万宇宙舰队到10光年之外，架设地面激光射击器，准备进攻。好久没看看这个世界了呀，到处都是冰雪覆盖，这样的地球不知道几个纪元才有一次呢。你很聪明，大驾光临，有失远迎。这么多年你一直苦苦追踪我的轨迹和新文明的坐标，现在你利用玉玺反倒向全宇宙告知，利用黑暗森林法则，新文明原星球可能将受到3级或3级以上文明的打击，不是可能，是一定。还有我们的誓死抵抗。如果你死了，你的所有在宇宙中的能量将吸收到我这儿，这是平行宇宙法则。可是你不属于任何宇宙，那我如何得到你们呢？如果委托我的原星球占领失败，那你将成为全宇宙最强的男人。是地球和外星球的战役，也是你我之间的战役。宇宙的残酷之处就是容不下任何同样的东西。5000万宇宙舰队排列成一定的队形，严阵以待。沈少，他们来了！1000万武装飞行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冲过来，开火！一瞬间，黑暗浑浊的宇宙就像炸开的白色浪花，两方一上去就是狂轰滥炸。遗憾的是，5000万宇宙舰队只剩下了1000万还在坚持，其中还有不断流散逃跑的子弹，而对方飞船数量也在锐减，没有显示出疲惫的样子。所有舰队撤退，发射太空原子弹。舰队以最快的速度向四周散去，又统一起来驶向地球。太空原子弹的发射和运行，一部分也靠宇宙中的引力推动，但是在对方炮火不停的火力下，竟然悬空静止在敌方的面前。所有人都屏住呼吸，看着这画面，1秒、2秒、3秒，就像是人的心跳。几秒之后，原子弹自然引爆了，粉碎的资源和材料散去之后，敌方巍然不动。所有人回避难所，没有我的命令不要出来。是。众人逃回了避难所，我一个人站到外边，寒风凛冽，好像站在世界之巅。敌方的飞行器也缓缓降落在地球，像一个竖起来的飞碟，浮在地表上空。没想到老子这辈子能见到外星人，只是这飞碟怎么是竖着停？门开了，走下来一个长着精灵耳朵的女人。那是因为我们感受重力的方式和地球不是一个维度。你们就是 KN23星球人？是的，沈少，我们很早就注意到您了，您没叫我们失望。你觉得我们会输？宇宙的本质就是不断的吞噬，今天你吃我，明天我吃他。沈少在地球将这一法则玩得如此明白，在宇宙中你也会很厉害的。废话不多说，我们合作吧。合作。沈少和皮埃星人2队人马严阵以待地守在地球某个冰原地区，队伍的背后是堆砌如山的高科技力量，宇宙舰队、量子火箭、引力波救生艇、飞碟等等。这次不是国家与国家争夺黑心石油的资源之战，也不是为了天主教和伊斯兰教的信仰之战，而是单纯为了人类本身而战。以往由人类欲望而搅浑的地球，在此刻被冰川封印着，像一颗脆弱的玻璃水晶球，安静且纯洁地躺在沈氏狗和外星精灵的脚下。在其他国家几乎灭国的时候，他发明出高科技武器和干起了星球大战。就在第一次交手之后，连外星美女都被沈少迷倒，直接走下宇宙飞船向他谈起了星球合作。合作？对，回头我就写本小说，名字就叫《重生之我碰上星球大战之外星人求我合作》。你通过宇宙通讯器向太阳系的所有文明发射了皮埃星的坐标，皮埃星球正在遭受不同方向多个星球的攻击，我们这支舰队可能是最先逃出来的。开局本以为是扩张关卡，没想到现在直接变成生存关卡。那你不恨我吗？什么叫恨？宇宙不断膨胀，资源总量想要维持守恒，只能在各个星球之间进行流动。有一天宇宙只会剩下一个大星球，随着大星球资源殆尽，最后一个星球也会消失。不过这是很久很久以后了。所以现在还没有出现那个大星球，地球也可能是那个大星球。对，我们为你提供3级星球的技术水平，你可以建造武器装备和提高生产力。你们为我们提供生存基础和资源的分享与消耗。可以一试。一切都又成了欣欣向荣的景象了。本以为地球承担不了太多，没想到还能打怪升级。人们叽里呱啦了半天，避难所内又纷纷挂出了合作宣传语。心心携手同行，没人敢说不行。跟着地球老大哥，沈少变强大，全人类受益。On the path of crossing levels, Pi walks alongside the solar system. 鸟枪变老炮，0.7秒变3.0。敵外星、里、敵外星。主人，您真的打算与他们合作？我们的合作也都是各取所需罢了。一旦得到自己想要的，会立即终止。毕竟他们不是人类，不会与我们共处。是的，主人，最近发现到天王星附近的宇宙漩涡在不断增强引力，周围的碎片都被卷了进去。如果加入其他物质，可能会不断聚合，发展生成一个新的行星。这是好消息。利用宇宙飞船人为输送地球材料，利用我们学到的新技术加速星体运动，这件事加密进行。是的，主人。最终，我们的合作机制决定为皮埃星人教授文化传播知识和在地球上的生存适应能力。
提爱星人向我们传播3级文明的技术和武器制作。我们将传授曲速率引擎和核动态平衡。那我们就传授5000年文化，恭迎奉承，须以伪夷之术。我们将传授原子散分子数据、基因序列修正技术。那我们就传授床底之欢，鱼水之乐。这可都是我们文明传承几千年的瑰宝啊 ！Thank 你们真是太好了！在一片鼓掌声中，我们仪式圆满结束。说到阿谀奉承之术，我倒想起一个登峰造极之人。韩冰去把女团队长叫过来。什么事情啊，沈少？让郑强去教伪夷之术吧，为人师表，这种人最合适。好，我现在就命人去找寻，只是不知道他是不是还活着。应该死不了，这种人别的本事不够，苟活的能力还是很强的。至于男欢女爱的课程，我想想，这个应该我最合适啊。你去我怎么舍得呢？还有比你更炉火纯青的人。哈哈，这样就把外星人蒙混过关了。这外星一出新境界了。地球即将升入3级文明，到时候武器装备都升级，外星人算个屁呀！主人，外星人为了主动适应地球生活，已经给地球升温了。他们主动提议，以后每个人穿降温宇航套装，而我地球人再过几天就可以自由在地球表面活动了。只是地球氧气稀少，每个人只能待几个小时。给避难所这几千万人每人发放100个氧气瓶和氧气罩，再给每个人配一辆大奔，延长放风的时间。是，主人。好了，开会吧。话音刚落，所有人站了起来，鞠了一躬又坐下。今天开会内容主要探讨一下面对敌人，不是面对友好外星人的教学方案。韩冰，说一下教学大纲。会议第1项，在传统文化传授中，重点向外星传授文化糟粕部分，如厚黑学、吃亏是福学、领导是皇帝学、3纲5常等主要常识和制度，让外星人做到上对父母愚孝，下对孩童鞭挞的效果，达成在家瞧不起老婆，在外跪舔小三的成就，将不同群体培养成痴呆的青年人、虚伪的中年人等对标群体。沈少，至于某地区宣称的爱、自由和人权，都是狗屁，不提也罢。反正现在外国人也快灭绝了。我记得你的国籍是安国人，既然你都这么说，那就这样办吧。会议第2项，在日常技能传授中，重点向外星传授防中之术，无尽摧毁他们对这方面的任何道德幻想和约束，向他们传达国外某种开放观念，比如 P 星球的人出生就是为了追求感官享受的，从出生到死亡，无论干什么事情都是为了床地之欢，读书是为了估量或达成肉体的价值，赚钱是为了拥有这个价值，但是脑子在性感面前不值一提。我就有点性感，一有情绪就流泪。说错了，敏感。我是相关书籍和电影的收藏家，一会儿我可以直接默写书名和电影名称，还可以无条件分享给外星人，就算是我对宇宙事业的贡献吧。另外，只要是人就可以随意结合，但是只限于一种性别可以，另一种如果这样做就是扎人。沈少，还有个问题，这样的教学内容，学校中的老师备课不熟悉，备课的时间太短了，那谁教？找专家。这个提议非常好，他们说的话本来就听不懂，什么边上班边给企业交钱之类的，叫专家不要闭嘴了，派过去当教学顾问吧，叫得响一点。各位还有什么要讨论的吗？没有就散会吧。所有人站了起来，鞠了一躬，等我先走，他们才依次离开。大家好，我是沈世狗。顿时下面一片欢呼。以后的教学工作由郑强担任你们的班主任。感谢我们至尊无上的宇宙统理人沈少的引荐。各位尊贵的学员大家好，鄙人郑强，三生有幸见到各位。看着他说话，我当众戴上耳塞。沈少，根据郑强的住所，我们找到一个人。他妈？不是，是蓝心湄。什么？他还没死？对不起，沈少，我们立马动手。不用，告诉他从今以后他有新工作了，男欢女爱的课程就交给这个绿茶了，让他祸害外星人吧。我现在就去办。主人，科学家和物理学者在和外星人的技术交流与合作中获得了新的突破。具体是什么样的突破？球状闪电及原子核聚变。那不是早就有吗？球状闪电本质上是一种红电子，目前球状闪电通常只能维持1至2分钟。通常情况下，自然界的球状闪电气流起伏在近地空中自在飘飞或逆风而行，有时会悬停，有时会无声消失，有时又会因为碰到障碍物爆炸。但根据 P 星提供的技术，我们可以控制球状闪电的飞行方向，增强球状闪电的伤害度，实现精准投射。很好，秘密建一支使用球状闪电和红原子核聚变为武器的独立太空军，以便到达末日之战的时候向 P 星球舰队发起攻击。我要科学家利用球状闪电批量生产100万支雷球机关枪，这种机关枪可以发射出一个个雷球，最好在一瞬间使攻击对象化为灰烬，且不被地球较低的温度影响速度。好的，主人。我刚来到外星交流合作大厅，郑强一见到我就跪了下来。沈少大驾光临，没有迎接您是我的严重失职，现在我就自扇100个巴掌自罚。说完，郑强就扇起了自己。我冷淡地看了他一眼，狗改不了吃屎。不对啊，这里为什么冷冷清清，连个人都没有？郑强，把外星精灵叫来。沈少，这个时候不适合您来视察工作。发生什么事情了？我们星球的人在学习文化道德的过程中出现了文化移植偏差，就是说
跟着老师学习之后，没有达到礼貌友善的效果，反而向反的结果走去。几位星球高层决策者现在整天勾心斗角，争名夺利，P 星球的人民之间关系紧张多疑，根本无法正常生活。这种现象是正常的，长期坚持下去就好了，哈哈，不然你以为呢？这就是你们应该学的。好的，那请沈少一同和我去教室视察一下吧。那走吧。他七拐八拐的，竟然把我带到了一个没人的房间。这是什么意思？门我已经反锁了，沈少，让我留在您身边好好服侍您吧，让我做什么事情都成。地球人这一套你倒是学得很快，我身边已经不缺人服侍了。外星精灵眼镜发出闪烁的警报，请立刻将你们的武器研发中心下令摧毁，不然你今天就面临狗带。语言这方面，我再给你定制一个进阶课程吧。这时，窗外闪过一团蓝光，冲向外星精灵。我看到他在我面前瞬间化为灰烬。不如还是你先狗带吧。主人，对不起，我来迟了。没有，刚刚好。外星精灵死掉之后，检测到 P 星人的腐败指数已经达到顶峰，可以开启 P 星人的人种灭绝计划了。我坐上飞行器，回到避难所战略室，将所有 P 星基地的地球人进行疏散撤退，发动全体宇宙舰队，所有人配备球状闪电机关枪，利用意念发射恒星级氢弹，直接摧毁 P 基地。注意灰烬太多容易引起的空气污染问题。预计外星人全体灭亡需要多久？预计2个小时就可以做到全区域内没有外星生命迹象。那开启倒计时吧。是，主人。我看着窗外地球气温逐步上升，甚至还有带血的树枝中长出了新芽，一片万物复苏的景象。地球的浩劫就在这个下午抵达了终点。千百万年之后的人类又会怎么评判我呢？或许说，千百万年后地球还存在吗？宇宙还存在吗？你赢了，让我也加入人类，下次和你们一起开会好吗？给我个机会，我也想当个好人，不想再当宇宙中介了。宇宙中介，你终于明白自己的定位了。可是我快要死了，我死了的力量将全部加到你身上。我知道，放我一马吧，毕竟吸收别人的力量才是我的意义啊。所有意义的前提是你得存在。可我们长着同一张帅脸，我们也是半个兄弟啊。求情的时候是兄弟，合作的时候是伙伴，以战利益的时候是敌人。我不需要这样的兄弟。况且你没听说过那句著名科幻小说里的话吗？什么话？我毁灭你，与你无关。说完，他化成了灰烬，瞬间感觉有一股力量涌入。主人 ，P 星人与外星基地已全部摧毁，进入清理模式，世界末日已经完结，马上进入地球的新纪元。地球人都称您为宇宙无敌大英雄，做得很好。我走上街头，所有人都热泪盈眶，不断朝我招手欢呼。